男主杀了亲爹，女主杀了亲妈，这绝对是不同本数看了要说猎奇，压剑修造看了要说变态的骚漫，全员疯批颠老阵容，仅前10话就有3话被作者标明可能引人不适，保证看完就算塞了干燥剂都得漏2滴。男主名叫草碧，是个高中生，他每天一放学便会去报社送报纸打工赚钱，因为现在整个家都靠他支撑着。父亲是个整日酗酒还有暴力倾向的混蛋，妈妈则在草碧小时候便离开了这个家，让草碧还在坚持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是妹妹诗织。诗织患了重病在医院住院，院方表示诗织如果找不到匹配的器官移植，那么就只剩2个月可活。对此草碧从没想过放弃，他觉得神一定会拯救他们。这天草碧看望完诗织一回到家，便被喝得烂醉的父亲喊住，他约了3、5好友来家喝酒，想让草碧去帮忙再买点酒。然而听后草碧忽然看见桌上竟有他们没吃完的昂贵寿司，草碧感觉不对，父亲果然动用了放在储物柜里诗织的医疗费。别这么激动啊，反正他也要死了，在要死了的人身上花钱干嘛？还不如拿去喝酒，这是作为父亲该说的话吗？诗织他现在还闭上你的臭嘴，不用你来教训我，这么闲的话再去找份兼职，没用的东西。听后草碧情绪崩溃地逃了出去，心里满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他来到一处神社向神抱怨起来，神啊，我活得还不够努力吗？一点小小的幸福也不肯施舍给我吗？与其每天等着我的只有绝望，那我和诗织不如永远都不要有明天。草碧殊不知这一番话竟在悄然间得到了神明的允诺。之后时间来到凌晨，草碧收拾好心情准备回家时，忽然收到了医院的电话，照看诗织的护士表示他们找到了能和诗织器官匹配的捐献者，手术预定在1个月后。听后草碧激动不已，觉得是神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到第2天，草碧在送报时发现上面的日期竟还是昨天7月10日，甚至周围的人也在说着和昨天一样的话。感觉不对的草碧又来到医院找护士询问器官的情况，结果护士说自己压根就没给草碧打过电话。此时医院的电视机播放起7月10日的天气预报，见状草碧心想，难道是时光倒流了？草碧正想着，一旁的工作人员打断道，不好了，诗织小姐的情况恶化了。顿时草碧感到一阵不安，所有事情居然都在重复。很快时间来到凌晨，护士和之前一样打来找到器官的电话，种种反常的现象让草碧有点懵。直到时间来到12点时，草碧发现身边今天在超市买的便当突然一瞬间消失了，而且明明还没收拾的卧室也恢复了整齐的模样。没错，7月10号这天又循环了。时间来到早上，草碧一睡醒便匆忙赶到医院看望诗织，可护士却表示她现在还见不了。原来昨晚诗织的病情突然加重，像是已经恶化了2、3天的样子。听到这话，草碧陷入崩溃。原来诗织和自己一样陷入了时间轮回。回想起那晚在神社面前说过的话，草碧觉得只能是神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于是当晚他又来到神社向神抱怨道，开什么玩笑，诗织已经有捐献者了，他需要手术，我们不能就这样困在7月10号，求求你告诉我该怎么样才能到明天。也就在这时，草碧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经常霸凌他的地痞斜田。他知道草碧每天都会在这一带打工，因此只要碰面便会抢劫草碧打工赚来的钱，今天也没有例外。斜田上来就扑到草碧身上翻找起来，结果草碧没有保住，口袋里妹妹的医疗费就这样被抢走了，甚至最后还不忘赌上一脚。然而当斜田打算就这么离开时，却不料草碧竟捡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过去。不知砸了多少下，当草碧回过神时，斜田已经没了呼吸。而第一次杀人的草碧完全没有考虑后果，对现场没做任何处理便匆匆往家跑去。到家后他蜷缩在角落安慰自己，没什么好怕的，反正时间会倒流。想到这，草碧焦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然而当来到第2天早上时，草碧却发现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神社附近还出现了警察。见状，草碧不禁冒了几滴冷汗，难道时间流动了？正想着，草碧感觉手心出现了什么东西，居然是一张写着字的符纸，上面写着将可憎之人性命了结，方可开启明日之门。草碧思考起来，时间之所以会流动，是因为昨天杀了斜田的缘故吗？也就是说，杀人才能有明天吗？为了验证猜想，草碧慌忙来到医院。果然，医院这边称已经成功找到了与诗织器官匹配的捐献者，手术将在1个月后进行。此刻草碧在内心暗自发誓，必须要让诗织活到能够做手术，就算每天杀人。与此同时，警察们已经在斜田的案发现场找到了许多可疑物品，其中有斜田身上携带的毒品，还有草碧用来杀人的那块石头。负责案子的叶久警督感觉这凶手未免也太笨了吧。回到草碧这边，从医院出来后，他偶遇了同校的青梅弥生姐姐。弥生是草碧生活中唯一关心他的人。考虑到快要期末考试，而草碧还在每天兼职，弥生专门为草碧准备了一套学习资料想送给他。见状，草碧情绪有些激动，他想告诉弥生自己现在的处境，但最终还是无法开口。接着俩人一起来到了学校。课堂上，草碧一直在思考今天该怎么再杀一个。恍惚间，他感觉周围同学的脸竟变成了斜田扭曲的样子，草碧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就这样直到放学，草碧都没想到该怎么再去杀人。这时弥生在人群中再次看到了草碧，见草碧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上前关心道，你怎么了？又不是世界末日要到了，明天都会好起来的。我不想想象明天。草碧，不要放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请你一定要坚强，
请你坚持做现在的自己。听后，草碧默默转身离开，并在内心对弥生回应道：抱歉姐姐，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因为我杀了人。不等草碧回过神，忽然被叶九警督和他的手下谁也喊住：草碧真情，我们能和你聊聊吗？就这样，三人来到一家茶餐厅，谁也拿出斜田的照片问草碧：经常欺负你的斜田先生昨晚被杀了，对此你有什么头绪吗？草碧还没想好该怎么回应，谁也就拿出了一个带血的信封，继续说道：有人在案发现场落下了这个信封，这种信封是市立医院用来存放费用的，你的妹妹好像在那里住院，该怎么解释这些呢？草碧同学，我们能采集你的指纹吗？见状，草碧赶忙以有事为由跑了。不过叶九并没有让谁也去追，因为现在只是聊天，不是审问。他吩咐谁也先监视草碧即可。很快时间来到晚上，草碧发现了谁也停在楼下监视他的车，今天想杀人是不可能了，草碧只能等待0点的时间回溯，届时谁也和他的车都会消失。果然，当时间来到0点时，谁也和车都消失了。接着草碧不敢犹豫，立即向神社跑去，他要在尸体被发现之前将所有证物藏起来。在处理时，草碧不禁瞥向一旁斜田的尸体，他在心里喃喃：神啊，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为了失之，无论要我杀多少人，我全都杀给你看。不多时，草碧已将行凶的石头埋进了深山里，沾血的信封也被他给烧了。草碧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洗脱自己的嫌疑，却没想到隔天还是被警察们发现了一些端倪。由于谁也在斜田身上发现了少量毒品，他觉得这起案件可能跟毒品交易有关，但叶九认为没这么简单，因为他在地上看到了血迹映衬下信封的形状。另一边，草碧再次来到医院探望失之，这次失之被带到了重症监护室，护士表示失之的情况又恶化了，并且移植手术必须要等到8月10号才能进行。探望完失之后，草碧来到了学校，他现在的心思只有该怎么在今天杀一个人。思来想去之后，草碧决定去杀那些该杀的坏人。那么时间来到下午放学，草碧没心情跟弥生过多交谈，随便敷衍2句便转身离开了。然而当他走到教学楼背后时，忽然听到3个男生在对一个女生大放虎狼之词，草碧认出几人就是隔壁2班的男生。接着他听到这3个男生竟威胁起了女生，要女生今晚10点到某河边的废弃仓库，说是有任务要分配给他。说罢，3人扬长而去。而这时草碧也看清了女生的脸，正是同班的片桐。俩人不经意间四目相对，片桐下意识想逃，却因脚下被石头绊了一跤，刚好扑到了草碧身上。没办法，尴尬的片桐只好将草碧拉到没人的地方，哀求道：拜托草碧同学，请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我发誓不会的。不过片桐这样的优等生怎么会和那些人有染呢？因为我在他们3人中一个叫泽井打工所在的便利店里偷东西被他抓到了，泽井用监控视频威胁我不会告诉警察，但前提是要对他言听计从。我的父母在我初3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一直和妈妈生活，而妈妈自从离婚后就变了，经常往家里带不认识的男人回来，对我也视而不见。所以我就努力学习，想让妈妈注意到我。也许是因为每天的压力我才会去干这样的事，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彻底抛弃我，所以求你别告诉任何人。听后草碧感同身受，因为他也有个混蛋父亲。最后草碧不出意外答应了片桐帮他保守秘密。很快时间再次来到晚上，草碧准备好了杀人可能用到的工具，和之前因为过失杀掉的斜田不同，这次他要真正的杀人。这种为杀而杀的心情让草碧陷入窘境，既要做到不能被警察抓住，还得坚持每天杀一人，该怎么办呢？时间马上又要到0点了，忽然草碧想起放学时那3个霸凌片桐的男生，约了片桐晚上10点到某河边的废弃仓库。于是草碧乔装一番，并带上工具来到了这里，伺机而动。可靠近仓库后，他却发现里面出奇的安静。草碧下意识往里瞄了一眼，没想到竟看到片桐和3人4排吃鸡后的结算画面。泽井甚至表示没玩够，等会还要再来一次双排。说罢，他目送其余2人离开，自己顺便去河边小解了一下。殊不知身后的草碧早已将他定为今晚的杀人目标。只见草碧一个冲刺来到泽井身后，他掐住泽井的脖子，然后顺势将他的头摁进了河里。见状，泽井赶忙用胳膊肘将草碧顶开，并反手捡起一块石头反击。草碧来不及反应，被砸倒在地。这时泽井认出了草碧的身份，他以为草碧喜欢片桐，是过来英雄救美的。殊不知草碧现在一心只想杀了他。只见草碧忽然从地上站起，直接用手指戳瞎了泽井的双眼。还没完，草碧将他的头死死摁进河里，直到泽井窒息而亡。此时时间来到0点，距离失之手术的日子又近了1天。然而正当草碧激动不已之时，却听到片桐从身后慌忙逃走的声音。难道他看见我杀人了？顿时草碧内心闪过一个杀掉片桐的念头，如果片桐报警的话，那自己肯定会被逮捕。犹豫再三之后，草碧还是放弃了。随后时间来到7月12日早上，泽井的尸体不出意外被警方发现。根据办案人员的调查，很快便将泽井的死因以及他的所有信息查获，只是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草碧作案的线索。与此同时，学校这边也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议论着泽井被杀的事，只有草碧忧心忡忡地一直盯着片桐。他不确定昨晚片桐是否看到了自己杀人。时间来到大课间，草碧注意到片桐手机收到一条消息后便跑了出去。见状，怕出意外的草碧决定跟上去看看。原来是霸凌片桐的剩下2人命令他出来的，其中寸头男叫委员，黄毛叫森下。委员质问片桐是不是他杀了泽井，或者有没有看到凶手是谁。我谁都没看见。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没人了，然后就直接跑回家了。听到片桐这么说，草壁松了口气。这时，为了预防被警察盯上的委员提议道：“森下片桐，要是面对警察询问我们的口供要一致，就说我们昨天谁都没去过仓库，泽井他一个人去的，他的死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森下听后答应下来，而被欺负惯了的片桐自然只能言听计从。下午的医院这边，草壁又来看望失之了。这时病房的门忽然被敲响，是弥生来了。打完招呼后，他主动聊起了最近的杀人事件，并调侃地问草壁：“这么温柔的一个人，会不会因此害怕？”听到温柔这个词，草壁反问弥生：“那姐姐，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草壁的话是个有点害羞、犹犹豫豫的人，但也是一个会为他人着想、坚强的好孩子呢。还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有次我的猫丢了，我们一起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当大家都放弃了的时候，小草壁还是继续找了好几天，直到找到猫咪。那时开始我就认为草壁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不是的，我只是想要奖金。我看到了弥生姐姐你父母写的告示，会给找到的人奖金。我才不是什么温柔的人，我根本就不温柔，也不会去考虑别人。草壁突然的情绪波动把弥生吓了一跳。也就在这时，护士忽然推门而入：“不好了，草壁君，你父亲好像被警察抓走了。”随后，草壁火速赶往了警察局。警察表示，父亲从昨天就开始喝酒，并且因为耍酒疯砸了别人的商铺，所以被抓。得知情况后，草壁反手就给了父亲一拳。而当他准备继续挥拳泄愤时，一旁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道：“怎么回事？在吵什么？”看到是夜久警督路过，草壁赶忙收敛。令草壁意外的是，在夜久警督身边居然还跟着委员。谈话间，草壁偷听到他是被警察喊来做口供的。接着没多久，委员的父母也赶来了警局。此时他已经凭借精湛的演技成功为自己洗脱嫌疑，就这么当着草壁的面走了。随后，委员和爸妈回到了家，殊不知草壁也一路尾随到了他们家门口。草壁看到委员生活在这么幸福的家庭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和谐的父母，健康的妹妹，富足的生活，对比之下自己简直像是生活在地狱。这个混蛋明明做了那种事，为什么就能好像没事一样生活下去？这家伙的生活为什么比我好那么多？开什么玩笑啊！草壁越想越不平衡，干脆将他定为了下一个杀人目标。于是过了一会儿，还在和妹妹打闹的委员手机收到一通神秘电话，是草壁打来的。他以凌辱片桐的事作为要挟，让委员现在就一个人到附近一处公园的瞭望台。随后迫于压力的委员赴约了。原来是一般的草壁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怎么知道片桐的事？我说，你的家人知道你的真面目吗？那张侵犯片桐时恶心的嘴脸，你这样的人渣和那种幸福的家庭根本不相配，你不配享受那种幸福。说罢，草壁立即朝委员扑了过去，他掐着委员的脖子，准备将他就这么从瞭望台上推下去。3个侵害女同学的混蛋，一个已经下了地狱，其余2个不仅逃过了法律的制裁，还像没事人一样享受着家庭的温暖。草壁绝不允许这种人渣过得如此幸福，于是他先将委员约到一处瞭望台，然后趁他不注意，直接把他从围栏上推了下去。而随着委员的死亡，时间再次向前推进了。今天是7月13日，一大早便下起了大雨。3个强奸犯中仅剩的森下很是惶恐，好兄弟们的接连失踪，让他预感到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然而，草壁并没有着急杀他。放学便第一时间来到了医院探望妹妹失之。护士表示失之的情况稳定了些，已经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了。不过医生说移植手术不能提前，还有28天的日程。听后草壁面色有些凝重。护士看到后喃喃：“你们这些小男孩实际上内心都很脆弱吧？我也是有个儿子的，我和我老公平时工作都很忙，所以那孩子从小就老是一个人。我知道他一定会觉得寂寞，但总是什么也不说。今天还是他的生日呢，所以我特地编了个理由找别人等下替我顶班。总之，有些时候休息一下是很重要的哦，草壁君。可草壁现在哪有时间休息？离开医院后，他立马找到森下，准备将他了结。尽管森下疯狂狡辩自己不是共犯，草壁还是举起了手中的铁锤。由于这次作案地点在偏僻的工地，草壁没做什么特别处理便离开了。与此同时的医院这边，护士下班后给儿子打去电话，却无人接听，因为他的儿子正是刚被草壁杀掉的森下。不知过了多久，森下的尸体被警方发现，他们很快便确认了森下的身份，还有他跟已死的泽井和委员2人的朋友关系。除此之外，谁也还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新庄弥生。警车上叶久问弥生：“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去工地？”“我想去便利店买东西，从那边走会近一点。”到工地附近时，我听见有电话一直在响，然后我就看见了尸体。之后，叶久一直盘问弥生到了深夜。时间来到7月14日，今天一大早，父亲便跟草壁吵了起来。他责怪草壁没有给自己准备好吃的，还命令草壁以后不准去医院看望失之，说有那时间不如去多干点兼职。闭嘴，否则杀了你！什么？你小子敢对家长说这种话？草壁没有回应，只是瞪了一眼父亲。要走了，上学要迟到了。画面来到学校，今天校长召开了全校大会，特地将泽井3人遇害的消息公之于众，表示接下来可能会有报社记者来采访。一时间同学们议论纷纷，片桐则是感到一阵反胃。见状，草壁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啊片桐？那些强暴你的混蛋死了，你居然还这么震惊，真像个笨蛋。时间来到下午放学，草壁又来医院看望失之了。
他发现照看失之的陵园护士换成了别人。交谈后，草碧才知道森下居然是陵园护士的儿子。也就在这时，病房外传来吵闹声，是工作人员在惊叹陵园居然来上班了。陵园不爽地解释道：“小森他在法医那里做鉴定呢，我一个人在家无聊啊，所以别特喵来管我。”谈话间，陵园正好跟草碧打了照面，在草碧身上他看到了儿子森下的影子，于是悲痛欲绝的陵园当即抱着草碧哭了起来。杀了小森的凶手，我一定会杀了他。同事们看到陵园情绪崩溃，赶忙将他拉开。此时草碧才意识到自己或许杀错了人。之后草碧抱着愧疚的心情回到了家，他坐在角落，内心五味杂陈，完全没注意弥生发来的消息。这就是杀人的感觉吗？结果我为了救失之，夺走了陵园小姐的幸福，我简直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渣。我的杀戮只会滋生新的不幸，这道理我早该明白的。草碧正想着，房间的门忽然被弥生推开。草碧，你怎么了？电话一直不接。我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看到了那个？看见什么？我昨天晚上有看见你从工地那边骑着车急急忙忙的走了，所以我就想草碧是不是也看见了什么？这些事你和警察说了吗？全部都说了。是什么时候和警察说的？快到12点左右吧，那时候警察刚来。听后草碧头皮发麻，这样的话靠时间回溯也没有用，杀了森下时间已经推进，况且警察已经知道了自己有在场嫌疑。草碧正思考该怎么办时，房门忽然被推开，犯罪嫌疑人草碧真情，我们能和你聊聊吗？随后草碧被叶九和谁也带到了警局，俩人开门见山的直接问道：你昨天晚上在工地附近骑车是要往哪里去呢？只是突然想随便骑车而已。虽然这个理由很荒唐，但叶九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是草碧杀了人，没多久便将草碧放了出去。此时弥生已在警局外等候多时，草碧深知必须要想办法将自己的嫌疑洗脱，于是他带着弥生来到了车站，准备前往东京制造不在场证明。可不巧的是，草碧在车站门口被路过的斜田朋友给认出来了，他们当即上前想勒索一番，甚至对弥生动起了咸猪手。见状，草碧果断一记肘击，然后拉着弥生跑进了车站。这是弥生第一次直观感受到草碧和以前不一样了。列车上，草碧问了弥生一个问题：姐姐，如果有一天为了守护自己很重要的人，你必须杀人，你会怎么办？怎么突然问这个？我不太懂杀人这种罪行，可能之后的一生都会因为杀了人而饱受折磨，但如果是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一切的痛苦就由我来承受吧。之后时间过去几个小时，已经是下午的18点54分，草碧带着弥生来到了儿时来过的游乐园打发时间。他一边带着弥生往里走，一边聊起小时候和失之一起在这里玩的有多开心。这时弥生忽然拉起草碧的手说道：来都来了，不如一起玩玩吧，我请客，求求你了。就这样，俩人像情侣约会一样一直玩到晚上，差不多快12点时，草碧在游乐园外低头坐着不走了。快走吧草碧，等会要赶不上车了。不必了，姐姐你马上就能回家了，我今天没有杀人，0点一到今天就会重新开始，你又会在犯罪现场接受警察调查，只有我在时间循环外，就算今天循环了我也会还是在这。也就是说，在姐姐看来，我在0点从宫姓市瞬移到了东京。听后弥生刚想问草碧在说什么胡话，结果下一秒便开启了时间轮回，弥生就这样从草碧身边瞬间消失了。接着草碧独自往附近的商业街走去，并在一家便利店里特意用店内摄像头留下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雨下了一整夜，到早上草碧才乘坐列车返回宫姓，现在只需要再过一遍7月14日就好。随着今天该发生的事情再一次重复，草碧很快被叶九和谁也找到。可这次在带到警局被问话时，草碧直接表示一定是弥生看错了。昨晚我想回忆和妹妹儿时去过的游乐园一直在东京，早上才赶了第一班电车回的宫姓，0点左右还去游乐园附近的便利店歇了会，那里的监控摄像头应该有拍到我。听后谁也赶忙调查监控录像，草碧在录像里被录得很清楚。要知道从宫姓到东京最快也要2个小时，有如此完全的不在场证明，草碧当即便被放了出去。可叶九却总感觉哪里有些违和。夜晚再度来临，草碧将先前勒索过自己的斜田朋友当做了今天的杀人目标。与此同时，他收到了片桐打来的电话，他想约草碧见面。随后草碧赶忙换回平时穿的衣服，来到家门口时碰到了等候多时的片桐。不好意思草碧君，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你，能和你说几句话吗？听后草碧将片桐带进了家里。所以片桐，你想说什么呢？我看见了，草碧君你杀了泽井，我没想到草碧君是这样子，为什么你要做那种事？是为了我而做的吗？我们在班里都没怎么说过话，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我，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草碧君，我不能说，就算说了你也绝对不会明白。话说你和警察说了我的事情了吗？没有呢，我也不问草碧君的目的了。其实我想求求你再帮我一次，这样下去我妈妈她会死的。妈妈最近带回家的男人强行给妈妈打了某种药，那之后无论白天黑夜，妈妈总发出野兽一样的声音，那个药能让妈妈保持清醒着，一直不能睡觉，就算口吐白沫全身痉挛，那个男人也不会管，我妈妈会被他杀掉的，所以我必须做点什么，在我妈妈被杀掉之前。那么你想我做什么？难道说你想让我帮你杀了他？求你了，我只能依靠草碧君了。从看见草碧君杀死泽井的时候，我就在想，草碧君说不定能帮我杀了那个男人，我会对泽井的事保持沉默。委员和森下也是你杀的吧？我会帮你做伪证的，所以求你了，帮我杀了那个男人。不行，再牵扯到和你有关的人又会增加风险，我不能再被警察抓住了。
我已经拯救过你了，况且杀人又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请你回家吧，我不想把你也杀了。不，我并没有得到拯救，泽景他们是死了，可我仍然活在地狱中。那个男人曾逼迫我拍大尺度照片，我不配合他就打我，最后甚至想背着妈妈欺负我，我不敢反抗，我害怕那个男人对我妈妈说我的坏话，因为妈妈讨厌我的话，我就没办法生存了。最后心软的草碧还是答应了片桐帮他最后一次。行动前，草碧交给了片桐一个任务，具体是什么任务我们等会儿揭晓。那么时间来到第二天下午7点58分，男人和往常一样在片桐家里打药，在药物的作用下，他顿时感到异常兴奋。恰好这时他听到客厅的门响了，以为是片桐回家，他赶忙出去查看，扫了一眼没看到人后，他将目光落在了卫生间里放衣服的篮子，篮子最上面正放着片桐的贴身衣物。在药物和兽性的双重刺激下，他竟拿起猛吸了起来。也就在这时，片桐卧室的门忽然关上，男人这次确信就是片桐回来了，于是他趁着片桐妈妈还在睡觉，直接冲进了片桐的房间。殊不知草碧正躲在门后伺机而动。片桐弑母，草碧沦陷，全剧最炸裂的剧情到来。先回到男人准备进入片桐房间时，此刻草碧正在门后伺机而动，他没有犹豫，果断举起刀子，准备将彭乔就这么戳死。可彭乔力气很大，突然一脚把草碧给踹飞到了片桐的书桌前，刀也反被彭乔擒获。然而当彭乔气急败坏的举刀反击时，草碧从书桌上摸到了一把剪刀，情急之下他直接用剪刀刺入了彭乔下体，彭乔吃痛当即瘫软在地。草碧抓住机会，一把将彭乔的脖子搂进怀中，然后一刀结束了他的狗命。与此同时，市中心正在举办1年1度的花火大会，片桐正戴着帽子混迹在人群中，他故意将钱包丢在地上，路人捡到想还给他时，他却头也不回地跑了。见状，好奇的路人将钱包打开查看，发现里面装着的居然是草碧的学生证。没错，草碧先前交给片桐的任务就是这个，这是帮草碧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必要一环。花火大会有特殊的交通管制，一旦进入会场，只有到大会结束才会有返程的巴士。将钱包故意落在那里，捡到的路人大概率会交给警察处理。此时花火大会已经结束，草碧特地在返程的车站等候片桐前来碰头，确定计划一切顺利后，草碧转身留下一句全部都结束了便离开了。片桐以为这样今后就能和妈妈好好生活，殊不知他已经坠入了无边地狱。这边还在家中的妈妈药效褪去，猛然惊醒，她一来到客厅便踩到彭乔的血摔了一跤，见状她还以为是自己在药效期间不小心将彭乔给杀了。时间过去一会儿，片桐已经来到了家门口，他原本想的是等下看到彭乔的尸体就报警，妈妈应该在药剂的作用下还睡着，不会有杀人嫌疑。可结果他推开门看到的却是已经死掉的彭乔头上被盖了一件衬衫，家里的卫生间也到处都是血迹。片桐见状冲进妈妈的卧室，发现妈妈已经消失不见，只有一地的血脚印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柜。妈妈她逃走了。没办法，片桐只好再次找草碧帮忙，他将妈妈逃走的事告诉了草碧，并恳求草碧能和他一起去找妈妈。听后草碧当即拒绝，我已经没办法再帮你了，赶快去报警。不行啊，妈妈以为是自己在药的作用下杀了那个男人，还把自己的衬衫盖在了男人头上，报警之后警察绝对会认为他是凶手的。求你了草碧君，我该怎么做你才肯和我一起去找妈妈？只要你想，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我没关系的，早就习惯那种事了。说罢，片桐直接朝草碧亲了过去，这让草碧很是害羞，他想让片桐住手。没事的，如果是草碧君的话，我不会觉得可怕的哦。给我停下，我没有希望你做这种事，不要把我当成侵犯过你的那些混蛋。这些我当然知道，可我只能想到用这种方法来拜托你了，请把刚才的事忘了吧。听后草碧再次心软，他答应了帮片桐找到妈妈，但也警告片桐做好觉悟，跟着我是会看见地狱的。随后草碧跟着片桐折返回了他家，两人一起在妈妈房间里寻找着可能有用的线索。最终片桐在妈妈的手机里发现了突破口，昨天妈妈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16日21时10万，应该是在说要的交易信息。之前我也有看过一样的信息，那次我尾随着妈妈，最后到了山路町的桥下，她在那里跟一个奇怪的男人买了药，我指的应该就是山路町，那周边不是工厂就是杂木林，休息日根本没有人在，简直是绝佳的交易场所。因为暂时没有其他线索，索性俩人决定等第二天前去看看。那么画面来到第二天一早，弥生特地做了一锅草碧最喜欢的布丁，他觉得之前都是因为自己草碧才被警察盯上，今天想特地登门向草碧道歉。可这时他发现门居然是开着的，进去后映入眼帘的是躺在地上还没酒醒的草碧父亲。弥生问父亲草碧去了哪里，父亲迷迷瞪瞪地回应道，草碧他昨晚和一个女人不知偷摸着去哪混了，虽然没看见那人长什么样子，但声音绝对是个女人。听后弥生转身离开，心里满是对这个女人是谁的疑惑。随后时间来到晚上9点21分，跟片桐妈妈交易药品的男人已经在指定地点等候多时，忽然片桐走来向他打起招呼，请问你是在等片桐百合子吗？喂，你是百合子的女儿吧？那个疯婆娘居然沦落到使唤女儿给自己买药的地步了吗？不是的，我是想问你关于我妈妈失踪的事，你知道些什么吗？什么？失踪？那钱呢？钱该怎么办？趁男人情绪激动时，草碧用螺丝刀从背后抵住了他的耳朵，回答我，
有他妈妈失踪的线索吗？要有我也想知道啊！我就是过来替彭乔卖药的，那就拼命给我去想。边说着，草壁用螺丝刀猛扎了他几下，直到草壁将螺丝刀顶到男人的眼睛上。他终于说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之前有一次交易后，顺便跟他去过一家叫 RA 的情侣酒店快活。那回他跟我说，这里一直是他用来私会的地方。我只知道这些了。话说你们找那种女人做什么？那家伙当时可是跟我说，千春那个讨债鬼早就该死了，不顺眼的东西要他一点用都没有。女儿这种东西，对那个女人来说简直就像是路边一条。不等男人说完，草壁将螺丝刀插进了他的眼睛。片桐被这一幕吓得赶忙扭过头去。怎么？我杀了这个家伙让你害怕了？之前我就说过，跟着我是会看见地狱的，这就是我的做法。如果不想继续和我一起，接下来我就一个人。听后，片桐从背后一把抱住草壁，喃喃，请你不要独自一人，我已经受够一直以来只能被草壁君单方面帮助，请让我也一起背负这份罪恶吧。尸体就这样放在这里会很不妙，不是吗？我们必须要好好藏起来才行。说罢，片桐便拉着草壁一起将男人的尸体进行了分批次处理。期间，片桐向草壁恳求道，和我约好，草壁君，你绝对不可以背叛我。俩人处理完男人的尸体后，便前往了那家妈妈常去的 RA 情侣酒店。结果他们真的在这里看到妈妈和一个男人上了一辆车准备离开。片桐认出男人是记忆里的黑田叔叔，很久之前妈妈曾在他的店里工作，他是妈妈的前任。随后片桐和草壁就这么一路追车，最终锁定了黑田的家。他们没有着急行动，而是等了一天，到7月17日的晚上，因为黑田需要去看店，趁黑田离开去店里的功夫，草壁吩咐片桐一个人去说服妈妈回家，然后再报警，自己则要去寻找今天的杀人目标。然而听后，片桐顿时就炸了，那怎么行？草壁君不是和我约好了，绝对不可以背叛我，别丢下我一个人，求求你了，草壁君。结果草壁这次又心软了。接着片桐只身闯入了黑田家里，劝说妈妈回家，草壁则站在门外听着里面的情况。当妈妈听到片桐说之后要报警时，她立即气愤地骂道，你脑子是进水了吗？报警的话，警察知道我在嗑药的事，肯定会把我带走啊。谈话间，妈妈的药瘾突然发作，她抓着片桐命令她去帮自己弄一点药来。冷静点妈妈，我会守护好妈妈的，千春最喜欢妈妈了。什么最喜欢？真以为我没发现你和彭乔的关系？我可是全看见了。不是的妈妈，我是被那个家伙强迫才。闭嘴你个，你要早死了就好了，就因为有你，我美好的人生才会变得一团糟。无聊的结婚，无聊的养孩子，为什么非得来拖累我不可啊？你这个狗东西，赶快去死吧！你要真那么喜欢我，就赶紧给我滚去死！听到情况不对，草壁从屋外冲了进来，却不料下一秒他就看到片桐用刀捅进了妈妈肚子。我那么努力的过来这里劝妈妈能够回头，可你却这样对我，太过分了！就在片桐准备继续捅死妈妈时，草壁赶忙拦了下来。他不想片桐和自己一样成为杀人犯，可妈妈依旧喋喋不休地辱骂着片桐，这又是从哪勾引的男人？果然你就是个……说到底，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制品，这是无法违逆的命运。身为孩子的你会踏上和母亲的我一样的道路，我是个离不开男人的，所以你再怎么装成个好学生，也照样改变不了你随便谁都能张开腿的本性。闭嘴！我们才不是什么父母的复制品，片桐和你这种人渣根本不一样。神啊，你看到了吧？杀死这个女人的并非片桐，而是我，所以带我和诗诗前往明天吧。对不起片桐，我实在没忍住，你不用道歉。我心里也许很久以前便已经放弃妈妈了吧，但我除了妈妈就没人可以依靠了，我好怕失去妈妈之后自己会变成孤单一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有草壁君在我身边，谢谢你说我不是什么人渣。边说着，片桐脱去了上衣。至今为止，我被各种男人作践的身体，只能感受到无尽的痛苦与悲伤。可我才不是什么，我也只想被喜欢的人抱啊！我喜欢草壁君。说罢，片桐冲草壁吻了上去。这次草壁没有再推开。事后两人离开了黑田家，草壁告诉片桐自己还要继续杀人，接下来需要前往东京。片桐不理解，他恳求草壁能告诉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什么理由他都能接受，为了能够去往明天。随后在车站，草壁将一切都告诉了片桐。我和重病的妹妹一起被卷进了时间循环，只有靠夺走他人性命才能前往明天。我必须让妹妹撑到8月10日的手术那天。还有23人，我如果不去杀人，浪费一天，妹妹就离死亡更近一天。要是你不相信这种戏言也很正常，快些离开我，赶快回家吧。不，我相信草壁君，我知道你不会拿这种事来撒谎，请带我一起去东京吧。如果实在找不到要杀的人，到时就杀了我就好，并且之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后悔的。时间来到7月18日的白天，片桐妈妈的尸体被警方发现。由于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专家们认为凶手可能具有严密的计划性。同时间，彭乔的尸体也被发现。近期大量的人员死亡，让警方开始高度重视起来。谁也和专家们分析，这些案件可能跟斜田的毒品和彭乔的药有关，可以着手从两人的人际关系调查。但叶九却并不这么认为，他怀疑所有元凶均为草壁。虽说草壁有着很多次的不在场证明，但他和片桐两人一起消失没有去学校的事，让叶九感觉他们在谋划着什么。最让他确信这一点的是，他从草壁那段身处便利店的监控录像中看到了不寻常的地方。那天东京明明是暴雨天，但没有打伞的草壁到便利店时身上却异常干净。走了谁也去找草壁和片桐。时间来到当天下午，草壁和片桐已经来到东京街头，而草壁之所以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因为他在宫幸杀的人太多了，
必须要扩大行动范围，减少被警察盯上的嫌疑。此时已经到了该寻找杀人目标的时候，草碧叮嘱片桐暂时不要跟着自己，要动手杀人的只有我，杀人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不想让片桐因为本属于我的问题而受伤。说罢，草碧转身离开了。然而时间过了很久，片桐都没有收到草碧成功杀人的信息和电话。正当他思考自己该怎么才能帮上忙时，一个中年油腻男从他身后出现。小姑娘，这么晚一个人在外面可是很危险的哦，要不要跟叔叔我去吃个饭啊？当然好呀。穿着性感的女孩在深夜不肯回家，还故意被清纯大叔搭讪，只为将其骗到没人的地方，然后实施最严厉的私刑。只见片桐举起早就准备好的刀子，将大叔的肩膀扎开了一道口子，接着又用大叔的腰带将大叔的双手给捆了起来。完成这些后，他给草碧打去电话，告诉他今天的杀人目标有了。草碧赶来时吓了一跳，他没想到片桐居然会帮自己杀人，开心吗？草碧君，来，快点杀了这个人吧，我们两人是一心同体的。草碧虽不想让片桐跟着自己卷进杀人漩涡，但这来之不易的杀人机会如果浪费又太可惜，他还是动手了。俩人处理完大叔的尸体，已经是晚上11点55分。草碧表示接下来要回公信一趟，明天是尸肢的检查日，必须要家属到场签署同意书。临行前，片桐专门询问草碧，真的就只是为了见妹妹而已吗？对啊，话说片桐你也要回去吗？我就算了，回去也没有地方可去，虽然很寂寞，我就留在东京等草碧君回来吧，绝对要回来哦，请一定不要背叛我。随后草碧连夜返回了公信，到达医院时已经是7月19日上午10点51分。然而在他准备踏入院门时，却被熟悉的声音喊住，我就想着你会出现在这呢。草碧君，我这边有不少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昨天好像不在公信。抱歉，我拒绝一切非正式调查。听后谁也拿出一张照片继续说道，这是当时在斜田案发现场发现的血迹，我们觉得他跟信封类似，就往这个方向展开了调查，结果在市立医院做了匹配，发现这个信封的尺寸恰好能对上。这个信封不是用作快递的，而是专门为定金和债款这类现金制作的。目前这种规格的信封整个公信市只提供给市立医院。还有你认识片桐千春同学吧？前几天他父母的尸体被发现了，现在片桐同学也失踪了，你有什么关于他的线索吗？结果听完这些，草碧眉头都没动一下，绕过两人便朝医院大门走去。终于烈酒开口了，都是因为妹妹的错吧，就因为有你那生病的妹妹，你的人生完全是一团糟，前方除了黑暗就只有黑暗，干脆检查结果出来后直接让人断了念想得了，这对你来说才是幸福。才不是，有尸肢在我才是幸福的。烈酒捕捉到了草碧这片刻的心情变化，他知道接下来去调查尸肢的话一定能有所收获，能让草碧杀人的动机只会有一个，为了自己的妹妹。时间来到下午8点31分，草碧在医院陪妹妹检查了一天，刚准备回家休息，就在家门口闻到一股饭香味，他以为是爸爸又乱花钱买好吃的，没想到居然是弥生正在家里做饭。你回来了，小真情，叔叔出去喝酒了，我就擅自借厨房一用，听说你们最近一直在吃便利店的便当，所以我就想久违的给小真情你们做些什么，别做多余的事，我马上就走了。你要去哪里？是一个人还是和谁一起？烦死了，跟姐姐你没关系吧？对不起，我不会再问什么了，只是就最后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可以吗？小真情，你现在有好好的走向幸福吗？听后，草碧一直压抑的情绪爆裂开来，他抱着头跪在地上抱怨道，幸福那种东西在我的前方哪可能有一丝一毫，我也想普普通通的去学校啊，也想参加社团和学习啊，我也想跟大家谈蠢事谈个一整天啊，好想死啊，快让我死吧，这样就能解脱了。见状，弥生抱住草碧安慰起来，一定很辛苦吧，这么温柔的小真情却要背负起所有不好的东西。对不起，我什么都帮不了你，但我是小真情的同伴哦，无论小真情发生什么，我都绝对会守护你。听后，草碧在弥生怀里大哭了一场，接着因为太过疲惫，他在弥生腿上睡着了，而这一幕都被在场的第三人看在了眼里。不知过了多久，草碧从睡梦中醒来，此时时间已是晚上11点18分，因为今天还没杀人，他立即就准备外出寻找目标，可还不等草碧推门离开，就看到片桐正拿着刀架在弥生脖子上。为什么片桐你会在这里？你这是在做什么？在做什么是我该问你的吧？马上都快天黑了，还是完全联系不上你，我就很担心啊，回来想看看你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结果就看到你们两个在这搞什么西诊，你都说了一定会回来的，发誓过绝对不会背叛我的。草碧君是我的东西，弥生前辈，你喜欢草碧君吗？此时弥生颤抖着不知该说什么，草碧也害怕弥生有危险，不敢轻举妄动。结果片桐忽然又给了弥生一刀，给我回答，喜欢还是不喜欢？草碧君又如何？相比我来说，你更喜欢弥生前辈吗？给我把姐姐放开！草碧君的这种眼神还是头一次见呢，果然是喜欢弥生前辈吗？知道这点已经足够了，我这就给他杀了。还剩一口气的弥生对草碧喃喃，请一定要幸福啊！弥生就这样死在了草碧怀里，无奈与悲伤让他撕心裂肺的大吼了起来。见状，片桐戏谑地说道，真是的，为什么要哭啊？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草碧君今天不是还没有杀人吗？也就是说再过个几分钟就会回到24小时前，死去的弥生前辈就会复原。听好了草碧君，这是警告，今后不准接近除我以外的任何女人，只可以看着我，只可以爱我，
不允许你背叛我。如果下次再做出背叛我的事会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了吧？明白的话就赶紧把前辈的身体放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在时间回溯的瞬间，你接触到的东西是会一起回到24小时之前的，比如身上穿着的衣服、随身携带的物品之类。再继续抱着的话，弥生前辈也会和草壁君一起循环吧。听后，草壁照做将弥生放在了地上，紧接着片桐扑上去抱住了草壁。果然我还是不太相信时间循环这种事，所以现在就在这里证明给我看吧，也带我一起回到24小时之前。而随着时间来到0点，片桐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弥生瞬间消失的场景，草壁父亲也出现在了家里，这让片桐感到很是兴奋。他决定就这样染着一身弥生的血，跟草壁再度温存一次。那么时间来到第二次的7月19日，今早草壁直接在弥生家门口等着，一见到弥生他便态度恶劣地说道：以后不要做多余的事，又不是我亲生的，少拿一副姐姐的样子多管闲事。你怎么了小真情？出什么事了吗？不要碰我，不要再接近我了，给我记住。说罢草壁便大步离开，躲在暗处观看的片桐欣慰地笑了。接着画面来到公信市火车站，片桐怕被警察盯上，准备先行去往东京。临走前他再次叮嘱草壁，帮你妹妹检查结束后就立马来和我会合哦，那你也给我遵守约定，不许再对弥生动手。好，你也记住了，检查结束后什么地方都不要去，直接过来东京哦。那么画面来到医院，草壁在面对水野和叶久时直接冲进了医院。中午妹妹的检查开始了，草壁坐在检查室外，看着过往和弥生拍的合照陷入思绪。姐姐是我小时候住在隔壁的青梅竹马，我们每天一起玩耍，仿佛一切是那样理所当然。我从未觉得自己对姐姐有着那份特殊情感，可是那个时候看到姐姐死在我眼前，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一直喜欢着弥生姐，但已经没办法了，不让姐姐卷进来，这样就好。早在我决定以这双手守护失之的那刻，我就已经舍弃一切了。一天的检查结束后，草壁从医院出来已是下午19点47分，他正准备启程去往东京时，忽然想到，以片桐的性格，为什么白天不跟着自己来医院，而是直截了当的去了东京呢？这股莫名的不安让草壁下意识往家走去，结果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一桌子的饭菜。草壁确信这是弥生来过，但用过的厨房却乱七八糟，姐姐是绝对不会不收拾好东西就回家的。紧接着草壁又从自己卧室的方向闻到一股血腥味，抱着好奇心他推开卧室门，然后在衣柜的外面看到了大量血迹。他小心地将衣服扒开，最后看到了已经被杀害的弥生。草壁先是震惊，而后将凶手联想到了片桐。之所以让我检查结束就直接去东京，是为了不让我发现他杀了姐姐吗？随后时间来到11点53分的东京，草壁来到片桐上次钓鱼杀人的老地方，他已经将今天的杀人目标收拾好，等着草壁做最后的了结。片桐装作若无其事的将刀递给草壁，此时时间还剩下2分钟，草壁没有着急动手，而是抱住片桐，什么话也没说，直到时间来到0点，地上的男人消失后，他才缓缓开口道：所以你还要继续杀第3次吗？你看见了弥生前辈的尸体，所以你要杀了我吗？如果放过你，你肯定会再去。对不起草壁君，原谅我吧，我不会再接近弥生前辈了。开什么玩笑，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那么轻易的就打破了我们的约定。要说约定的话，草壁君不是也没遵守吗？我都说了直接来东京，反正你肯定是期待能与弥生前辈见面才回家的吧。弥生前辈是那样的耀眼，我根本没有一点能赢过前辈的地方。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草壁君会被夺走，然后我又会变回独自一人。对不起草壁君，我不会再做了，不会再做让草壁君痛苦的事。求求你不要抛弃我，我会加油的，只要为了草壁君的幸福，我可以献上一切。住口，我没有希望你做那种事。我知道了，那至少用我的生命到达明天吧，起码让我最后为草壁君做些什么。结果草壁还是心软了，警告片桐不准再有下次。时间来到第3次的7月19日早上，俩人一起来到了公信。考虑到一同出现在医院会有被警察盯上的风险，草壁让片桐就在车站等自己。之后遇到叶九和水野的熟悉剧情再次上演，不过这次一听到叶九开口，他便冲上去回怼道：才不是失之的错，失之什么也没有错。这次叶九如第一次般认定了近期的案件一定与草壁和失之有关。时间来到下午7点08分，失之检查身体完毕后，医生告诉了草壁一件事。虽然现在说这话有点迟了，但要是能稍微早点发现失之的病情，他的情况也许会好一些。听后草壁回忆起3个月前失之刚有症状的时候，那天他放学一回到家，便看到失之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见状，草壁拉着爸爸赶忙将失之送去了医院。当时医生就表示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但父亲却因为不愿出钱，当即大骂医生在骗人，还说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手术。那时失之还有意识能够说话，可也就是因为那天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导致失之之后完全失去了意识。想到这，草壁抱着愧疚的心情回到了失之的病房，却发现片桐竟然也在这里。对不起草壁君，我擅自过来了，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要见一次让你拼上性命守护的妹妹。真可怜啊，明明还只是初中生，小失之一定也在拼命战斗着。片桐同学，谢谢你能过来看望失之，但你必须赶快离开医院，之前埋尸体的杂木林就在附近，等下在那里汇合好吗？好的，我知道了。随后草壁率先来到了杂木林，到19点55分片桐才姗姗来迟。草壁以为他只是稍微迷路了，便也没多问。这时草壁手机忽然没按常理的来了通电话，竟是医院那边打来的。
喂，是草碧君吗？医院这边出大事了，小失之生命维持装置的插头脱落了。所幸护士很快发现没酿成什么大祸，但只要迟一点就会危及生命。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明天请来医院一趟。草碧君，出什么事了？草碧没有回应，直接推倒了片桐。是你干的吧？你这家伙打算杀了失之，干嘛这种语气啊？我是在帮小失之，开什么玩笑？不是和我约好了不会再做让我痛苦的事吗？我相信了你才会再次让你成为同伴。是啊，我并没有背叛草碧君啊，我是为了草碧君的幸福才要杀掉小失之。我一直在想，让草碧陷入痛苦之中的，不就是这宛若地狱一般的时间循环？如果小失之死了，说不定循环就能结束了。草碧君，你说过吧，自己想着小失之对神明许下了愿望，也就是说，要是小失之不在了，愿望也会失去。而且就算循环没有结束，放弃小失之的话，也不需要像之前一样为时间所迫做下无谓的杀戮。小失之的死才是这个疯狂游戏的 happy end， 不是吗？对自己诚实一点吧，草碧君，你心底应该也有这样的想法吧？而且说到底，要是知道哥哥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去杀人的话，小失之真的能坦然的活下去吗？你已经足够努力了，草碧君，杀了小失之吧。当得知片桐想要杀掉失之后，草碧毅然决然地做掉了片桐。从这一刻起，草碧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处理完片桐的尸体后，草碧回到家中，弥生和之前一样，做了一桌子饭菜欢迎草碧。可得到的回应却是，不想被杀掉的话，就赶快从我面前消失，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也不想感受到任何东西，封闭自己的一切，只需要向着明日前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叶九和谁也接到医院的报警电话，已经跟医院工作人员了解了失之险些遇害的情况。叶九见状立即吩咐谁也安排警卫在失之病房门口进行24小时监视。除此之外，他又命院方调取了7月19日医院内的监控视频，其中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了片桐鬼鬼祟祟离开时的画面，还有就是一段上午片桐从正门进入时的画面。叶九推断应该是片桐在离开时受到了某人的指示要谨慎一些。接着叶九又在监控中找到了草碧，监控显示草碧在片桐离开的30分钟前就从正门离开了。叶九陷入思考，如果草碧和片桐是同伙的话，那片桐双亲被害的案件与草碧有关的可能就会相当高。可既然两人是同伴，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失之差点被害的情况呢？想杀了失之的人是片桐吗？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种种未知的谜团让叶九更加确信草碧一定和近期的案件脱不了关系。时间来到7月20日傍晚，叶九已经看了一天一夜的监控，他把草碧之前在东京便利店附近的所有监控都看了一遍，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摄像头有拍到草碧，唯一有拍到的就是草碧离开游乐园走向便利店时的画面。但是草碧进入游乐园的画面却没有任何监控拍下，游乐园的所有出入口都设置了监控，想绕开监控进入里面根本不可能。难道那个家伙是顺意进去的？叶九正头大时，医院负责照看失之的新护士前来给他提供了一条线索。护士表示，先前有好几次半夜的时候，失之都有身体骤变的情况，小失之的心电图会在一瞬间有本应不可能的改变，同时病情也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而且这些每次都一定会在日期交替的12点整发生。等等，12点？叶九一下想到什么，让护士再详细的跟自己说一下。护士表示，比起自己有更清楚这些的人，没错，就是先前一直照顾失之的陵园护士。随后叶九和谁也不敢担的立即前往了陵园家，俩人一进门就看到一屋子的垃圾，还有一脸惆怅的陵园。刑警同志，你们抓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了吗？还没有。那你们过来干什么？昨天发生了一起以失之为目标的事件，我们就想来问问原本负责照看失之的您，失之那种孩子关我什么事？赶快抓住杀了我儿子的犯人啊！等一下，难道失之和我儿子的死有关系？随后陵园将自己所知的信息告诉了叶九和谁也，相对的，他们将草碧是凶手的嫌疑也告诉了陵园。同一时间的草碧这边，他找到了今天的杀人目标，一个和斜田一样的地痞。当地痞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走到没人的地方时，埋伏已久的草碧出现在了他面前。没有多余废话，草碧连续几刀命中其要害。现在对杀人这种事，他已然变得麻木。时间来到7月21日上午，陵园破天荒地来到了医院，他恳求护士长让自己回到照顾失之的岗位，似乎在谋划着什么。不知不觉间，陵园已经在医院忙碌了一上午。他抽空在午餐时间给草碧打了个电话，然而此时的草碧正在路边的长椅上睡觉，听到电话响起他并没有接，这让陵园更加起疑，该不会杀了森下的就是草碧吧？另一边，谁也在执行监视失之的工作上出现了困难，一方面是在失之病房设置监控的提议被侵犯个人隐私的理由 Angela， 另一方面是领导不支持叶九的搜查方针，他们认为案件还是要按毒品的方向着手调查，而且最近频繁出现的命案太多，警力已经大部分被调用。然而即便如此，叶九依旧坚定地认为失之就是联系起一连串杀人事件的关键。时间来到晚上，
草壁又找到了今天的杀人目标。就在他准备动手了结对方时，忽然收到了陵园的电话留言：草壁君，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为什么不接呢？无论如何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既然你不接电话，那就没办法了，我貌似只能去问小失之了呢。听完，草壁赶忙朝医院跑去。路上他思考着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难道陵园发现了我杀死森夏的事？随后等草壁抵达医院时，楼下已经围满警察。他慌忙冲过人群，看到有警员居然受了重伤，而在人群的最深处，草壁看到了正用尸肢做人质的陵园。此时陵园拿着手术刀架在尸肢的脖子上，他向草壁质问道：快点告诉我吧，你究竟对我儿子做了什么？我可是听叶九警督说了，不要跟我说你什么都没有做这种话，要是你不配合，我就用这手术刀剜出尸肢的眼睛。见状，谁也想上前阻拦，却不料草壁忽然坦白了一切：是我杀了你儿子森下大树，我当时并不知道森下是陵园小姐的儿子，在我寻找杀人目标时，碰巧目击到了你儿子和泽景还有委员在欺负同年级的片桐同学。骗人，森下才不会做出这种事，把那个叫片桐的孩子叫过来证明一下。做不到的，因为片桐也被杀了。喂，你们都听到了吧？这家伙就是个无血无泪的杀人魔啊，赶快逮捕他，谁也不准靠近我。此刻草壁陷入思考，能破局的办法只有利用时间循环，但如果陵园一直触碰尸肢的话，也会跟着一起循环。现在距离0点还有2分钟，必须让他们快点分开。想到这，草壁忽然跪倒在陵园面前，真的万分抱歉，我真的不该杀了您倾注心血与情感贴心抚育的笨蛋儿子。说罢，草壁忽然朝陵园扑去，情急之下，陵园将手术刀插进了草壁的胳膊，而这也让草壁顺势将其推倒在地。周围的警员见状，赶忙将陵园控制，草壁则拔出手术刀，蹲在了尸肢的身后。叶九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要承认自己的罪行？做出这种自爆行为，你毫无疑问已经完了，你到底在谋划些什么？我可没有谋划什么，只是想要到达与尸肢的 happy end 而已。随着时间来到0点，周遭的一切全都回到了24小时之前，整个大厅只剩下草壁和尸肢2人。与此同时，负责看守尸肢的警员听到病房里传来仪器的警报声，确认尸肢不在病房后，他和护士在医院的大厅找到了尸肢。好在发现的及时，尸肢并没有出现生命危险。而在重启7月21日的第一时间，草壁便拿着刀子敲响了陵园护士家的门。另一边，看守尸肢的警员将尸肢莫名出现在医院大厅的事告诉了叶九。叶九听后立即让工作人员调取了监控，画面里他看到了神奇的一幕。在7月20日的23点59分，大厅还什么也没有，而随着时间逐渐逼近0点，在7月21日到来的瞬间，尸肢突然出现了。确认监控录像并无缺失或损坏后，叶九露出了兴奋的表情。随后的一整天，他将所有精力全放在了照镜子上，同事们都以为他发疯了，殊不知他是在做测试，做一场有关时间循环的测试。然而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无事发生，还把谁也吓了一跳。时间来到7月22日下午17点09分，叶九已经熬夜熬得有些面容憔悴，不过这也让他想到一个结论：将尸肢呼吸机取下的人一定对尸肢抱有恶意，而能在深夜深入医院内部又对尸肢抱有恨意的人就只有陵园了。结果当他带着警员来到陵园家时，只发现了已经凉透了的陵园，这让叶九几乎确信草壁身上绝对有着什么超自然的能力。于是他也不回警局了，告诉谁也自己等下有事便离开了现场。时间来到晚上22点03分的草壁这边，他在街上发现了一直跟踪自己的叶九。俩人打完照面后，叶九忽然严肃地说道：是你杀了陵园吧？陵园小姐死了，您在说笑吧？谈话间，叶九朝草壁靠近，然后趁草壁不注意用手铐铐住了他的一只手，而另一边的手铐叶九则铐到了自己手上。这下你就再也离不开我了。说罢，叶九将钥匙吞进了肚子。因为现在距离0点还有些时间，叶九带着草壁去附近的面馆准备吃饭。两人一起用餐时，叶九问了草壁一个问题：至今为止，你已经循环过多少次了？看到你在东京便利店被拍下的那个不自然的录像时，我心底就已经萌生出了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大雨之日，你毫无疑问地杀死了陵园的儿子，然后第二天你前往东京倒转了时间，失之的瞬间移动再加上陵园的死，如此我的假设便得到了证明。21日晚上，陵园在医院大厅袭击了失之吧，于是你为了救妹妹就回溯了时间，然后为了防止同样的惨剧再次发生，你就去杀了陵园。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失之就像是瞬间移动了，但其中还存在着消失的一天。根据护士的证言，之前有好几次失之的病情都在一天的结束时刻出现了骤变，这就是说在你循环的同时，妹妹也会一起循环，对吧？聊到这，叶九将草壁拉了出去，他带着草壁一路走到大街上，来到一颗监控摄像头下后，叶九停了下来，然后他捧起草壁的脸说道：带着我循环吧，和你一起。当手被叶九铐上的这一刻，草壁怎么也想不到叶九居然会猜到自己有时间循环的能力。没办法，草壁只好从背后掏出刀子，然后一把扎进了叶九的手腕，接着草壁顺势将叶九摁倒在地，草壁手起刀落，叶九的左手就这么被割了下来。刑警先生，的确如你所说，我可以循环时间，而不让循环发生的方法只有我去杀了某个人。离0点只剩下1分钟了，就请你稍微忍耐一下，尽量不要死了，还有10秒钟，以后不准再接近我。说罢，草壁将叶九的手丢在了地上。见状，叶九想将手丢到草壁身上，可还是慢了一步。在0点的瞬间，7月22日循环了，虽然成功摆脱了叶九，但手铐还在草壁的手腕上。凌晨2点47分，
草壁在家附近并未发现有警察在盯梢，他猜测叶九既然用那种强行的手段，就说明警方应该还没将自己定为正式的搜查对象，接下来得先回家用工具把手铐处理掉。然而草壁刚一踏入家门，就听到有外人的声音，他凑近一听，发现竟是父亲借高利贷的债主上门讨债了。谈话间，父亲忽然提到了失之，我女儿很快就会因为生病死掉了，医生说继续放任病情发展的话撑不到2个月，我这有我女儿的人身保险合同，只要她一死我马上就有钱了。呵呵，真是个过分的父亲呢。你明知道早在女儿住院之前就得了很严重的病，可你却对饱受病痛折磨的女儿又打又骂，还让她绝对不要跟任何人说，甚至在堵住女儿的嘴后立马给她买了人身保险。你这家伙作为一个人已经彻底完蛋了。听到这话，草壁心头一紧，原来失之一直都不是不愿说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是爸爸不让他说。之后讨债的债主答应再给父亲一些时日后便离开了。草壁迫不及待地从父亲身后出现，骂道：混账东西，你竟敢让失之的身体被病拖成那副样子，我绝不饶你。喂，你小子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给我说话，你不是了不起的父亲大人吗？那把我揍趴下看看啊，就凭你这醉醺醺的颓废样。边说着，草壁拿出刀想要杀了父亲，见状父亲赶忙求饶起来，表示自己对失之的事很抱歉，并以家人的名义想让草壁放过自己。结果听到家人2字，草壁当即给了父亲眼睛一脚，就你个想要谋害自己女儿性命的家伙，还有脸提家人这2个字，那你现在不也在做着和我同样的事情吗？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要是你妈妈沙苗还在的话，提妈妈干什么？那个丢下我们不知道去哪里的女人有什么好提的？不过妈妈还在的时候，你确实还算个不错的父亲，但在5年前妈妈不在之后，你就整日酗酒，工作也不干了。我和失之至今过着怎样的人生，你能明白吗？那你可以走啊，抛下我离开不就好了？你以为我没想过吗？我都打算带失之离开家不知道多少次，可是失之他不愿意让我抛下你。妈妈有一天会回来的，这样的话爸爸也一定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失之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失之从没有放弃过希望，他是那么的相信你，可你却肆意背叛，践踏着失之这份真挚的心意。这样的家散就散了吧。就在草壁准备动手时，他忽然想起失之曾跟自己说过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去破坏我们的关系，我们必须将彼此作为一家人在一起，否则我们就不再会是一家人了。正当草壁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父亲忽然从地上爬起说道：你小子是真想杀了我啊，但你确定要这样做吗？你要杀的可是失之唯一真正的家人哦。3个月前在进行失之器官移植的配型检查时，我跟你说过我的血型是 B 型，但其实我的血型应该是 AB 型。等等，我可是 O 型血，爸爸怎么可能是 AB 型呢？老东西，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失之那孩子是跟我过来的，而你是跟沙苗过来的。失之0岁，你2岁时我遇见了沙苗，你小子跟失之不是亲兄妹，那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不说？因为钱啊，为了用家人的羁绊束缚住可以赚钱的你，让你没办法逃跑。而且我也想做你的父亲，可全都乱套了。事到如今再说已经彻底完了，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每一天都饱受折磨，只要一从醉酒中清醒，就会回想起对你们做的那些过分事情，心痛的好像刀绞一样。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清醒就去喝酒，然后只能一直喝下去，让自己的心彻底堕落成渣子，才能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如果你愿意原谅我，能不能让我们回到从前，和你们重新成为家人，回到曾经的那个家？对不起真情，对不起草壁。听到父亲的忏悔，草壁蹲下抱住了他，可父亲没能等到草壁的原谅，被草壁一刀捅进了肚子。你在说什么？怎么可能回得去呢？就算再怎么后悔也已经迟了，过去的日子也不会回来，犯下的罪也不会消失。我真正的家人只有失之一个。与此同时的弥生这边，他晚上睡不着，翻起了之前和草壁的合照。他感觉草壁最近一直疏远自己，一定有什么苦衷，所以那件事绝对不能让小真情知道，不能让他再承受更多的痛苦。弥生的思绪被拉回5年前的一个夜晚，当时失之曾对他说了一个秘密，我听见了。妈妈在离开家之前和爸爸争吵时说，我和草壁哥哥不是真正的兄妹。小真情，你现在在哪里？又做着什么呢？忽然弥生听到一阵警笛声，他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发现声音源头竟是草壁家的方向。当弥生赶到现场时，周遭已经围满了街坊邻居，他听到了草壁父亲死亡的消息。这里让我们将时间先回到几小时前的警局这边。叶九和之前一样，推理出了草壁可能有时间循环的能力，并且他发现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手铐不见了，而且明明装手铐的套子还好好的扣着，里面的手铐却不见了。这让叶九瞬间想到什么，立即拿上外套准备外出，谁也都来不及上车，叶九便一脚油门冲了出去。车上他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分析着，如果我现在所在的7月22日实际上已经是第2次了呢，那么第一次的22日我应该联想到了用手铐把草壁和我的手拴住的作战，然后第一次的我实际也这么做了，但是途中却发生了什么导致作战失败。不过我给草壁铐上的手铐并没有回来，而是和那家伙一起循环了。如果草壁那里有我的手铐，就证明时间循环真的存在，带着手铐他没办法在外面自如的行动，那家伙肯定正在想办法把手铐取下来。叶九一边这么想，一边朝草壁家飞速驶去。可当他推开草壁家的门时，只看到已经被草壁杀害的父亲，还有留在地上的手铐。之后叶九及时报了警，工作人员确认了父亲最后的死因是喉部受到匕首刺入的致命一击。
同时叶九向上级刑事科长表示，应即刻将草壁作为一系列杀人事件的通缉犯。可对此却有一位叫高黎的警官提出疑问，为什么草壁家里会有叶九警官的手铐呢？而且还被弄坏了。时间来到早上6点，叶九将草壁一直在利用时间循环杀人的事告诉了所有同事。对此高黎警官第一个就感觉荒唐可笑，只有谁也认为叶九的手铐会出现在草壁家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真的是草壁把手铐带过去的吗？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我们接受时间循环的说法，叶九自己把手铐破坏放置到现场的吧。谈话间，负责鉴识凶器的工作人员走来打断道，凶器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首先，从被害人的伤口痕迹可以判断犯人行凶时是用的左手，不过这点暂且不论。其实匕首上检测出的指纹并不属于草壁，而是叶九警督的。当检测部人员指出匕首上的指纹是叶九的后，科长直接将凶手的矛头指向了他。叶九也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因，在消失的一天中，恐怕我已经给草壁戴上了手铐，可草壁为了逃离我的束缚，就把我的手切了下来，然后在时间循环之前把我的指纹印到了匕首上。然而现在想明白这些已经迟了。科长吩咐手下将叶九即刻押到审讯室问话。在最后时刻，叶九委托了谁也一个任务，日期变换的瞬间直接接触草壁失之。说完这句话后，叶九便被带走了。时间来到早上10点05分的医院这边，弥生替草壁来看望失之了。他将父亲已死的消息告诉了还在昏迷的失之，并渴求地问失之能否告诉自己草壁去了哪里。没想到失之听后竟有了反应，他睁开双眼看着天花板，然后从手中拿出了一个玩偶想要递给弥生。失之因为太过虚弱无法说话，而且只清醒了这一瞬间。当弥生喊来医生时，他再次昏睡了过去。他感觉失之刚才像是有话想对自己说。弥生一边这样想，一边发现了玩偶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玩偶中间有缝补过的痕迹。弥生将线扯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张信封的碎片，这让弥生回想起几年前的某天下午，失之曾跟自己说妈妈有寄过来信，可是草壁却一点都没看信的内容就把信撕了。后来失之把信的这一角偷偷捡了起来，因为他还想有朝一日能再见到妈妈。这片信封上的邮戳可以成为寻找妈妈的线索。弥生猜测失之之所以把这个交给自己，说明草壁很有可能去找妈妈了。于是当天晚上，弥生谎骗爸妈说学校社团有集训要外出1周，实际上是做好了去寻找草壁的打算。小真情，一定要等着我啊！与此同时的草壁这边，他果真来到了邮戳上的恩县，准备寻找妈妈。当年看到信封上的地址后，草壁就记了下来。他痛恨母亲的离去，认为现在自己和失之的不幸都是由妈妈擅自离开造成的。忽然，草壁在恩县的街道上看到3个年轻人正在放烟花，路过的草壁被其中一人喊住。他们作为本地人对外地人很不友好，对草壁上来就动手动脚。然而草壁根本不惯着他们，3两下便把其中2个男的收拾的话都不敢说。接着俩人见情况不对，慌忙逃走了，只剩下一个女孩被吓得瘫软在地。草壁问道：“你认识一个叫草壁沙苗的女人吗？”女孩听后摇了摇头。见状，草壁没多说什么便离开了。之后草壁一路向这里的人打听妈妈的线索，但却似乎没有一个人听过草壁沙苗这个名字。不多时，草壁被一名警察叫住。就在警察盘问草壁的信息时，先前的女孩赶来替他解了围。女孩表示草壁是自己刚从东京过来的亲戚，结果在街上迷路了。说罢，女孩便拉着草壁离开了。相较于她那2个朋友，女孩很热情地带着草壁去了自己家。进来吧，这里虽然地方小，但还算干净。我家没有老爸，老妈也不在家。可是为什么要带我这种人？因为你强得一塌糊涂的关系吧。谈话间，家里的门忽然被敲响，是女孩的妈妈回家了。妈妈表示是带晚饭给女孩的，接下来还要去上班。之后妈妈将食物交给女孩后便走了，只剩草壁和女孩使俩人尬聊起来。交谈中，女孩告诉了草壁自己的名字向泽加奈。很快时间来到晚上11点05分，加奈有些困了，准备休息。草壁则在客厅打了地铺，心里还在想着如何在这个县城里找到妈妈。另一边，叶九在审讯室里接受着科长的问话，结果只得到了叶九的鬼脸。此时时间来到23点59分，谁也这边按照叶九交代的，在0点接触失之的任务正在进行。可当时间到了0点后，谁也并没有发生循环。时间来到第2天一早，草壁忽然叫醒了睡梦中的加奈。我想和昨天被我打伤的你的2个朋友再见一面，希望你能够帮我，我想和他们道个歉。听后，加奈很生气地答应了草壁，并警告草壁以后再擅自闯入自己的房间就杀了他。随后，加奈电话联系了他的2个朋友，其中长发男右树因为工作需要出差了，寸头男高志则只有晚上下班才有空。没办法，加奈只好先带草壁在街上转转打发时间。路上，加奈跟草壁聊起了自己的过往。我是上小学的时候才搬家到这里来的，县里的人们对我这个外来者十分冷漠，学校里也没人愿意和我说话。老妈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常常不在家，只有他们2人愿意给我那样一份善意。不过我和他们都是像兄妹一样的关系。随着俩人交谈的话题越来越多，加奈也从草壁口中了解到了他来这里是为了找妈妈。时间很快来到晚上10点49分，草壁如约见到了寸头男高志。得知草壁是来专程道歉的后，高志原谅了他。可就在高志准备离开时，草壁却忽然勒住了他的脖子。见状，加奈想上前阻拦，却反被草壁掐住脖子，短暂的晕了过去。当加奈在睁眼时，看到草壁已将高志的上衣脱下并踩在脚下，自己的手脚也被绑了起来。
等等，草碧君，你要对他做什么？求求你别做傻事。高志他不是坏人啊，好人也好，坏人也罢，这种个人主观的判断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恶，有的只是彼此无法相容的正义。而对于我来说，唯一的正义就只有拯救我的妹妹。今天还剩15秒，是时候了。说罢，草碧对着高志的身体动起了刀，他将高志的腹部切开，在离0点还差1秒时掏出了他的一部分内脏。此时时间正好循环，在0点到来的瞬间，周遭一切恢复了原样。现在日期虽还是7月23日，但草碧手中却多了高志的重要内脏。凌晨0点42分，草碧回到了加奈家，他一直没有睡觉，到凌晨4点05分时，被独自哭泣的加奈告知现在要去医院一趟。原来是长发男幼树告知了他高志死亡的消息。在医院碰头后，幼树告诉了加奈情况。我当时就只是很平常的和高志一起打着游戏，然后午夜12点刚过，高志就突然吐了好多血倒下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医生说死因必须进行详细检查，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他腹部的出血量实在太大，内脏那里肯定出了什么问题。随后加奈从背后的工作人员口中听到，高志的内脏竟然有一部分缺失了。原来这是草碧想到的最安全的杀人方式。现在1日结束的前几秒，切下高志的部分内脏并拿在手里，因为我所接触的东西会和我一起循环，也就是说循环发生时，那家伙的身体会瞬间失去我拿走的部分内脏，如此一来那家伙就被我杀死了。使用这个方法能让我充分远离目标的死亡现场，尸体上也完全不会留下外伤。接下来只需要用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把内脏处理掉，就能完成一桩完美犯罪。但是这个方法存在一处风险，就是每杀一个人就要减少一次循环的容错。7月10日的时候，医院那边诊断失之的生命还剩下60天，我至今为止杀了14人，使用了7次循环，共计耗费21天。现在离手术的8月10日还剩下18天，而与此相对的，失之还有39天的时间，循环还可以使用。要在这个县里同时兼顾寻找妈妈和杀人，就只有这个办法了。草碧正想着，加奈回到了家中，他告诉草碧自己想一个人静静，然后便回到房间哭了起来。这之后，草碧乘坐电车去隔壁县城继续打听了妈妈的线索。可直到7月24日的又一整天，草碧还是一无所获。无奈草碧只能回到恩县，而且必须要在今天继续杀人。可不曾想在车站外，他却偶遇了弥生。弥生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因为想要追上小真情你啊？你是来这里寻找妈妈的对吗？失之他给了我这个，就想着你说不定来这里了。等等，也就是说失之他醒了？是的，但只醒了一瞬间，然后马上就再次昏睡过去了。话说小真情找到妈妈了吗？没有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给我回去，之前应该说过了，不准再接近我。听我说，小真情，你爸爸他被人杀害了。见草碧听后没有任何反应，弥生继续问道：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惊讶？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才对吧？说些什么？说怎么会这样？说我不知道啊，哪怕一句话也好，说我没有杀人，只说这一句话就好。我喜欢小真情，比任何人都温柔善良，危急的时候又会变得十分可靠。小真情的一切我最喜欢了，从很久很久之前就一直喜欢，所以拜托你告诉我真相吧，在这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然而听后草碧依旧什么也没说的扭头走了。时间来到晚上23点49分，草碧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公路上，弥生则就这么一直跟在他身后。忽然草碧停下，盯上了一辆车，车上有个中年男人正在熟睡。草碧将他定位了今天的杀人目标。只见草碧径直走向车旁，然后一把将男人从车上拉出。他和之前处理高志一样，从男人身上拿走了一部分器官，并在循环即将到来前用手抓住了弥生。就让你看看吧，弥生姐，我的全部。随着时间来到0点，草碧成功带着弥生循环了。弥生对眼前瞬间消失的男人感到十分困惑。草碧解释道：不是他消失了，是我们两人循环回了24小时之前，而那个男人此时应该因为失去部分内脏死了。没错，杀了爸爸的人就是我，不仅是爸爸，同年级的泽井他们、片桐同学和他的家人等等，他们全都是我杀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从不杀人便无法到达明天的时间循环诅咒之中，唯独拯救失之一人。这就是真正的我。我已经不是姐姐认识的那个草碧真情了。刚才告诉你的，不管是警察还是谁都不准说，然后现在立刻从我眼前消失。如果在这之后你敢妨碍我杀人，我也同样会对姐姐你这么做，不会带丝毫犹豫。还有，我现在可是在女人的家里受着人家的照顾，她非常可爱，比姐姐要强上不知道多少倍。我已经不再需要姐姐了，赶快给我滚吧，你个多管闲事的女人。听完，弥生抬手就要给草碧一巴掌，可在关键时刻却收手了。他想说什么，但却无法开口，只是默默地跑开了。而草碧则在内心对弥生诉说着对不起，他知道这次可能就是永别了。时间来到第二次7月24日的上午7点51分，草碧在加奈家被喊醒。他告诉草碧，等下自己又要去趟医院，这次不是因为高志，而是妈妈她住院的关系。住院？你妈妈她是出了什么事吗？前天给你送饭的时候不是还一副挺精神的样子？你说什么呀？那是妈妈工作酒吧的妈妈桑，偶尔会管我一下吃饭的事。我妈妈已经住院很长一段时间了，等下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看望妈妈？才发生了高志那件事，我一个人有些不安。随后画面一转，当草碧和加奈一同来到医院，在病房看到加奈的母亲时，草碧瞬间僵住。眼前躺在病床上加奈的妈妈，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妈妈吗？怎么可能？为什么妈妈会病成这样？还有她
难道是我的亲妹妹？接连的真相让草碧无法接受，当场晕了过去。她做了一个梦，回到了小时候和爸妈一起去游乐园的场景，只是妈妈的表情突然变了，然后丢下自己便朝前方走去。再见，不需要一个杀人魔儿子。与此同时，身后的妹妹也发生了变化，小诗织竟变成加奈在喊自己哥哥。这时草碧忽然猛地惊醒，她决定找加奈单独谈谈她的过往。就这样，俩人来到医院门口的树下，加奈一点点回忆起来，妈妈当年为了自己能够逃离男人的虐待，把我丢弃在了孤儿院，所以自我记事起就从未认知过父亲的存在。不过5年前，妈妈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出现在了我面前，领着我来到了这座小县城。之后我们便生活在了一起。我没有原谅过她，为了图自己的方便就把我又丢又捡的。我又不是什么物件，可妈妈她也是为了我才不分昼夜的工作，最后把身体搞成了那样。今天妈妈就要转入个人病房了，可能已经时日无多了吧。看着她那副样子，愤怒之类的感情便也烟消云散了。听后草碧恍然大悟，也就是说妈妈当年只带了自己逃到宫信，妈妈不止一个孩子。至于向泽加奈，就是自己的亲妹妹无疑。短暂的交谈过后，草碧回到了妈妈的病房，看到妈妈这副样子，她在内心感慨起来，我是为了杀掉你才来到这里的。你消失的这5年里，我对你这个母亲的印象被心中的憎恶逐渐丑化扭曲，但其实这才是妈妈你真正的样子。妈妈，你与我们度过的每一日都一直在饱受着抛弃了加奈的罪恶感中吗？然后因为再也承受不住那份罪责，才离开我们回到了加奈的身边。可为什么在逃离那个男人的时候没有带上加奈一起呢？而且如果有这种理由的话，至少跟我和诗织说上一声。难道说妈妈只寄过来的那一封信有想让我们接纳加奈和你作为家人生活的请求吗？那如果我当时读了那封信，妈妈就会和加奈一同回到我们身边，爸爸会清醒过来，诗织的病也不会恶化。曾一度近在眼前最棒的 happy end， 是因为我才化为乌有的吗？所以作为报应，我不得不堕入这以血洗血的无间地狱。神啊，是这样吗？爸爸妈妈、诗织还有加奈，他们遭遇的不幸全都是我造成的吗？随后时间来到晚上9点50分，俩人从医院离开，即将到家时，一辆车忽然从他们身后飞速驶来，关键时刻草碧将加奈拉开才保住一命。接着开车的人从车上快步下来，用电击器直接怼到了草碧脖子上，随着草碧的应声倒地，加奈也惨遭毒手。之后画面来到一处大型仓库，手脚被绑的草碧从昏迷中渐渐醒来，而绑架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早就盯上他的叶九。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意外吗？为了不让我们掌握你的去向，你一路上应该都相当小心谨慎吧。但是新庄弥生呢？在你失踪之后，我便委托部下关注新庄弥生周边的动向，然后知道了他谎骗父母去集训不见了的事。随后我们便立即去调查了新庄的下落，最终查出他搭乘了从宫信到这里的列车。而且今天早上的新闻报道了这里发生了原因不明的怪死事件，于是被停职在家的我决定来这一探究竟。不过我还以为你肯定和新庄弥生在一起呢。那个女人是谁？你怎么连她都抓过来了？你不是警察吗？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应该一开始就知道了吧？我可没有什么作为警察的伦理，现在对我重要的就只有一件事，捉住这个名为草碧真情的最好的猎物。所以你打算对我做什么？什么都不打算做。即使我什么都不做，接下来我也会亲眼目睹你的杀人以及时间循环这两者的发生。我认为昨天出现的怪异死亡和你这家伙脱不了干系，而且根据新闻报道，今天又是在刚过0点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犯人是你吧？草碧真情，你是怎么杀了他们的？利用了循环吗？为什么你这家伙要到这种地方来犯下杀人罪行？我知道你不可能回答我，不过算了。总之时间循环和杀人这两者一定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总归是没有错的。马上就到25日了，那么接下来整个25日你就给我在这个仓库里待着吧。我会在26日到来后再次打开这扇门。如果时间循环单纯是我的妄想，那我就只是做了将你关入仓库24小时的无用功而已。但如果时间循环真实存在，我再次打开门的时候你会变得如何呢？叶九识破了草碧的时间循环，并将他和加奈一起关进了集装箱。因为手脚被捆无法行动，草碧只能尝试用身体撞门，可12小时过去了，集装箱的门还是丝毫没有变化。这时叶九嘲讽地问道，现在是第几天了？草碧君，不要着急嘛，我说过明天就会把你放出来的，你是没办法等吗？还是因为如果这样下去，明天就无法到来？你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将我的假定导向确信，也就是说你的时间循环是以杀人作为通往明天的条件，没错吧？那么草碧，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一直循环7月25日直到死去，或者不等叶九说完，加奈打断道，循环25日，从刚才开始你一直在说些什么东西？而且你到底是谁啊？我是刑警啊，然后你眼前的这位美男子是连续杀人事件的重要知情人哦，请您千万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呢。都给我闭嘴！草碧打断了两人的谈话，然后继续用肩膀尝试撞击着集装箱的门。很快12个小时过去，集装箱大门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唯一有变化的只有懵逼的加奈。而此时草碧也懒得和他解释肩膀上的血。时间来到第2次的7月25日，草碧开始尝试用脚去踹门。加奈见状疑惑地问他，你不用那么拼命吧？那个刑警不是说明天就会把我们放出去？难道你真的是杀人犯？别靠近我，我不想再把任何人卷进我的循环中了。谈话间时间再次循环，这次草碧陷入了绝望。
不管尝试多少次，门都没办法破开，而且没有水和食物，体力也会一点点被夺走。可恶，该怎么办才好？时间来到第3次7月25日，叶九又和之前说着同样的话。加奈则注意到草碧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身上还莫名多了很多血。晚上，加奈想让草碧告诉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并尝试着用手看能否帮草碧解开束缚。然而时间在此刻正好来到0点，草碧带着加奈一起循环了。不过加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草碧心想，只要自己不说，加奈应该不会知道时间循环的秘密，不能再把他也卷进来了。那么时间来到第4次7月25日白天，今天草碧已经没有力气再做挣扎，相反，因为加奈经历了循环，他冲叶九之问道：“你要把我们关到什么时候？昨天你不是说好了26日就把我们放了吗？赶快把门打开，求你了！”草碧他像被困在这好几天一样虚弱的快要死了。听到这话，叶九一下兴奋起来，他将一块玻璃碎片塞进集装箱后说道：“来吧，草碧，是时候下定决心了，能给你犹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草碧顿时一惊，难道叶九是要我杀了加奈？再继续循环下去的话，我会死，失之也将永远无法抵达明天。一番纠结过后，草碧告诉了加奈他们是兄妹的真相。加奈小姐，其实你是我的妹妹。15年前，妈妈丢下了你，只带着我一人逃去了宫信。但是5年前，妈妈又丢下我去往了你的身边。我憎恨着妈妈，想要杀了她，所以我来到了这里。然后我终于找到了妈妈，和你的母亲在同一间病房的同一张床上。听完，加奈虽有些难以置信，可宫信这个地址却让他想起了妈妈曾对他说过的话。当时妈妈颤抖着说道：“没事的，加奈，即使我死了，你也不会独自一人。你还有能够守护你的哥哥。”什么叫我能守护你？开什么玩笑啊，妈妈！你到底想要我负担多少才满意？我就只是个胆小鬼，一个动不动就哭的小屁孩。这种事情你这个母亲最清楚了吧？可你却想让我在守护失之以外，连加奈也要守护。想到这，草碧一头撞向加奈，并在嘴里喃喃：“我已经负担不了了，妈妈你太自私了。现在本就不是该同情的时候，等着我失之，哥哥这就带你前往明日。”草碧一边这样想，一边将玻璃碎片抵住了加奈的脖子。不要犹豫，草碧，这家伙就只是偶然碰见的不良少女，就只是个陌生人。亲缘的纽带那又怎么样？妈妈也不再是我的家人。陌生人，你们这些家伙通通都是和我无关的陌生人。陌生人的人生会变成怎样，关我什么事？在准备动手的前一秒，草碧陷入回忆。最后，草碧放下了手中的玻璃碎片，当场昏死了过去。时间来到第5次7月25日，叶九尝试和草碧交流，却发现里面始终一点反应没有。因为此时草碧才刚从昏迷中醒来，他一睁眼便惊讶地看到加奈脖子上的伤口还是和昨天一样。不可能啊！昨天回溯的时候，我和加奈并没有接触，他脖子上的伤不应该恢复如初才对吗？难道说只要共同经历过一次循环之后，就会一直一起循环的吗？是啊，之前和片桐的2次循环，我都和他有身体接触，所以才没察觉到这件事。我还是把他卷进来了。事已至此，我的路便只有2条，要么和加奈一起在仓库里不断循环直到死去，或者杀了加奈。无论哪条路，最终等待加奈的命运都是死。那么至少让我用他抵达明日吧，去拯救失之的性命。可毕竟两边都是自己的妹妹。直到晚上，草碧也还是没能对加奈下手。就在他以为一切将要止步于此时，集装箱的大门竟透进一抹光亮。下一秒，一个女人的身影走了进来，她蹲下用手前帮草碧解开束缚。没想到来人居然是弥生。俩人准备离开时，弥生注意到了地上的加奈，因为无法撑起2个人的重量逃离，他只帮加奈解了绑，随后便搀扶着草碧离开了。不多时，2人来到一处高架桥下，弥生为草碧买来了水和食物。草碧不解地问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弥生解释道：分别之后，我也开始了同一天的循环。我隐约有种预感，我的循环或许是和小真情关联在一起的。而如果事实就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小真情在与我分别之后再也没有杀过人。于是我就在想，难道小真情遇上了危险？然后我便发现了那位刑警先生把小真情监禁在了仓库里。当然我总不可能去报警的，就花了2天时间摸清刑警先生的行动，看准时机把你救了出来。说完这些，弥生放低了语气，其实在最后跟你分别的那一天，我打心底里对小真情感到失望透顶。就算再怎么为了小失之，杀人这种事也是绝不能被允许的。我当时决定再也不想和小真情扯上关系，但当我也被卷入循环，杀人才能到达明日这句话化作现实向我袭来之时，我才第一次理解了小真情体会到的是何等恐怖。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姐姐是要对我说继续去杀人吗？我也不知道，我没法变得像小真情一样坚强，我一点都不坚强。明明为了失之，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必须向明日前行，可我却无法杀了加奈，她是我血缘上的亲妹妹，我本应杀了她，成为一只无慈无悲的鬼，可我就只是个胆小鬼。听后，弥生欣慰地笑了，小真情可一点都不是什么胆小鬼哦。那姐姐，你不恨我吗？是我将姐姐卷入了这个地狱般的循环中啊。要说恨，我恨的是你至今为止什么都没有和我说，以及一直与你如此接近却什么都没有察觉到的自己。所以这次我想要切实的陪伴在小真情身边，从此刻开始，我希望能同小真情分担所有，不仅仅是循环，无论伤痛还是苦闷，亦或罪恶。另一边，先前离开的叶九在回集装箱检查时发现门开了，
紧接着有人从身后给了他一棍，是清醒后的加奈。你这家伙竟敢把我们关在这好几天，自己也尝尝同样的滋味吧，你个混账变态！说罢，加奈将门锁上，匆忙逃离了现场。在思考草碧会去哪里时，他回忆起之前草碧说过来这里是为了杀掉妈妈，难道草碧去了医院？与此同时，被困在集装箱内的叶九反而有些兴奋，竟敢把我们关在这好几天，刚才的那番话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啊！原来叶九早在集装箱上方安装了摄像头，保留了时间循环的证据，我不会让你逃掉的，草碧。画面继续来到加奈这边，当他来到医院时，发现这里发生了火灾。加奈见状不顾危险，赶忙向楼里冲去。而此时妈妈的病房内，草碧已经拿着刀对准了妈妈。也就在这时，妈妈忽然醒了，看到草碧拿着刀，她并不惊讶，只是轻声细语地说道：“拿着这种东西，要是被失之学去了怎么办？”小弥生也一起来了，不好意思，阿姨身体有点不舒服。真情是不是又被6年级的孩子们弄哭了？弥生看出妈妈的记忆似乎产生了混乱，可草碧却认为她只是在演戏。他再次举刀告诉妈妈，这次就是来杀了她的。然而妈妈依旧情绪稳定，她下床去床头柜，一边翻找东西一边喃喃起来：“对了，小弥生，之前去东京旅行时的纪念品还没有拿给你呢。真情当时不知道缠着我坐了多少次过山车，可让人头疼了，但也真的非常开心。那样的日子本应该让它永远持续下去的。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刚才说的并不是什么玩笑话。你从小就是个认准了一条路，便一定要走到黑的固执孩子，可不能让你的人生因为对我这种人的恨毁了才是。”说罢，妈妈跳楼自杀了。一心想要杀掉妈妈的草碧，却在看到妈妈主动跳楼后，竟下意识想上前阻拦，可最终她还是慢了一步。随后，草碧带着弥生逃到了附近的郊区。即便草碧的身体已经疲惫的有些无力，但考虑到在集装箱里已经浪费了5天的循环，他仍坚持着在寻找今天的杀人目标。见状，弥生心疼道：“我能理解你现在很着急，但今天就先循环吧。这样的话，阿姨也会回到自杀之前，那么我就再去杀一次妈妈。我一直以来为了拯救妹妹这个自私的目的，夺走了许多人的幸福，无论他人的儿子、女儿、父亲还是母亲，这样一双被诅咒的手，哪里有救回妈妈的权利？不管是妈妈还是对妈妈的思念，全都要杀掉，否则我就再也无法向前一步。拜托了，小真情，先休息吧。”之后，草碧和弥生找到个地方坐下歇息。弥生向草碧约定：“我不会再逃避了，我会和小真情一起前进到8月10日小失之手术那天，在那之后，我也会一直牵住小真情的手。”弥生话音刚落，天空下起了雨。此时时间已经晚上23点59分，俩人本以为等待时间循环过后雨就会停，可当0点到来后，雨不仅没有停，时间也循环了。难道只需要我成为原因就足够了吗？并不一定非要我直接下手，如果对方是因为我而自杀，也一样等同于我杀了他。哈哈哈哈！结果还是我杀的妈妈吗？神啊，你究竟要残酷到何种地步？是绝不允许我从自己的罪中逃脱吗？说罢，草碧背上背包，示意弥生继续前进。目前离8月10日还剩15人。这里让我们将时间退回到几个小时前。公信的警方在郊区发现了一起自杀事件，死者是委员的母亲，死亡时间大致在1周左右，并留有遗书。上面委员妈妈写的大概内容是：自从委员死后，旁人都在说委员的坏话，但他却自始至终都认为儿子什么坏事都没做过。长时间的心理压抑导致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里委员妈妈的死是一个伏笔。画面来到7月26日白天的加奈这边，他独自来到了公信，他要找到草碧，搞清楚是不是他杀了妈妈，另外也想看一下草碧口中的妹妹失之。很快，加奈找到了草碧提到过的市立医院，也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失之。这时失之短暂清醒了片刻，他错把加奈看成了草碧，有重要的话想说似的支支吾吾起来。正当加奈尴尬的手足无措时，一直负责监视失之的谁也走了进来，他拿出警察证，示意让加奈说明一下来意。加奈见状顿时慌了，赶忙编了个理由逃离了现场。之后时间来到晚上11点多，草碧带弥生来到了妈妈所在县城的隔壁城市，他准备在这里寻找今天的杀人目标。忽然有个中年大叔撞了一下弥生，可他不仅没有道歉的意思，反而骂骂咧咧的就走了。正愁找不到目标的草碧果断决定救他了。行动前，草碧告诉弥生，如果不想再看到杀人现场的话，就找个地方等自己。听后，弥生拉住草碧说道：“我要和你一起去，我要和你一起。”随后草碧将大叔堵到一处巷子，并掏出了刀，弥生则在外面打风。这次草碧还是打算用取走内脏的方式杀人。同一时间的加奈这边，他从医院离开后就一直在躲避水野的追捕，结果还是没能甩掉。水野和若山两人想问加奈有关草碧的事，但加奈拒绝回答，并且态度强硬，有什么想问的就去问你们那个变态刑警同伴吧。变态刑警？水野有些激动地抓着加奈继续问道，难道你见过叶九警部吗？与此同时，草碧这边已经开始准备0点倒计时，他已经取走了大叔的部分内脏，可没想到大叔竟还有力气还手。草碧被大叔从背后抱住，无法行动，再过几秒大叔便会被带上一起循环。千钧一发之际，弥生冲过来一把推开了大叔，时间有惊无险的循环了。天空又下起小雨，然而当草碧准备向弥生道谢时，却发现弥生正盯着沾满血的双手发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跟着草碧一起杀人。另一边，正和加奈有肢体接触的水野也跟着循环了。
看见周遭的瞬间变化，谁也顿时一惊。他赶忙拦住一个路人询问了一下时间，结果时间还是7月26日，日期真的回溯了。谁也大脑飞速运转，他想起叶九曾说过，让自己在日期交界的瞬间接触失之，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和持有循环能力的人在0点保持接触，那个人也会一起循环。谁也正想着，注意到加奈好像也是懵逼状态，因为当时获得循环能力后，他在集装箱内和草壁被关了3天。加奈以为现在是7月30日，谁也听后立即让加奈务必跟自己好好说清楚，当时和草壁发生了什么。随后，俩人来到一家面馆，加奈把所有在集装箱内经历的事都告诉了谁也。得知情况后，谁也向加奈恳求，想让他带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集装箱。加奈没有拒绝，毕竟他也想彻底了解草壁的事情。时间来到7月26日白天，加奈带着谁也来到了集装箱。此时叶九已经消失不见，俩人只在角落发现了一个盒子，谁也赶忙拆开查看，里面有叶九安置在集装箱的摄像头和一张字条，这是循环的证据，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很快时间来到晚上，草壁和弥生开了间酒店休息，俩人一起坐在床上时，草壁注意到弥生的手在发抖，于是他告诉弥生，如果要回头的话，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每次靠夺走目标内脏的杀人方式太费时间，明天起我便会开始真正的去杀人。那小真情，你希望我在吗？我想听小真情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你在，我希望姐姐能永远在我身边。气氛忽然变得有些暧昧，弥生主动凑上去想要亲吻草壁，可却被草壁拒绝了。我喜欢弥生姐，所以更进一步的是我无法去做，决定以夺去他人的幸福前行至明天的我。如果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一切的一切便好像都会随时崩坏。我就睡这里了，晚安姐姐。同时间的公信警察局内，谁也正带着同事们一起观看叶九用摄像头拍下的证据。当画面来到7月24日23点59分59秒时，草壁和加奈发生了瞬移，身体也在一瞬间变成了相当虚弱的样子。在接下来的画面就是弥生营救草壁的时候，众人看完虽都很震惊，但也有人认为视频是被叶九伪造的，而且现在叶九人都不知道去哪了。谁也为说服他们当即说道，那么亲身体验呢？这样你们总该相信了吧。说罢，谁也组织大家一起接触加奈，并紧盯时钟进行倒计时，结果可想而知，时间并没有循环。一时间大家都觉得谁也肯定是被叶九洗脑了，在这胡闹，纷纷转身离开了现场。接着画面来到7月27日晚上10点的某红灯区，一个喝多的中年男人准备启动车子酒驾回家，殊不知草壁已经在后座等候多时。他将刀架在男人脖子上，威胁男人坐到副驾驶，然后让弥生开车来到了一处偏远的郊区。随即草壁果断动手一刀结果了男人，可就在草壁下车准备离开时，弥生却发现男人并没有死透，于是他拿出匕首想要补刀，关键时刻草壁拦了下来，住手！如果姐姐给了这家伙最后一击，这家伙就不再是我杀的了，那样时间也无法前进。冷静点姐姐，这家伙已经动不了了。谈话间，一辆车从两人后方驶来，草壁不敢犹豫，赶忙拉着弥生躲进了山里。路上，草壁让弥生把防身用的匕首还给自己，他告诉弥生，杀人是我的任务，姐姐没有必要做那种事。可是，那我是为了什么才和你一起的？不是约好了吗？我和小真情要一起分担罪恶，我不要只是成为小真情的负担。我已经做好觉悟了，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哪怕用自杀，我也要将小真情和小失之送往明天。只有这一点，请你一定要记住了。弥生说这些话的样子，在草壁看来简直和当时的片童一样。时间来到7月28日下午19点20分的警察局，法医这2天鉴定出了委员妈妈自杀的死亡日期，正是草壁杀害片童的7月19日那天。在谁也他们的视角里，这天也是片童在拔下失之的呼吸器后失踪的那天，这让谁也感到了一股莫名的不安。时间来到晚上22点58分的北宫信医院，一名护士告诉值班室的医生，有名患者恢复意识了。将医生带去病房的路上，护士说起了患者的来历。19日那天晚上，患者被人发现面部受到重伤，倒在杂木林附近的县道上，随后便被救护车送来了医院。然而他们所救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已经濒死的片童。他擅自拆下了脸上的绷带，嘴上还在喃喃着，草壁君，你在哪？边说着，片童拿起拆绷带用的剪刀，直接刺死了医生。然后他摘下医生的眼镜戴上，颤颤巍巍地离开了医院。20分钟后，警局接到报案，赶来了现场。谁也他们从护士口中得知了事情经过。当听到患者是19日被送往医院时，谁也顿时就联想到了片童。他上次试图杀害失之失败，所以现在大概率去往了市立医院。想到这，谁也立即喊上队员准备前去查看情况，结果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片童已将门口的保安杀害。众人见状，赶忙开始分头寻找片童。此时医院的安全通道内，片童正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拿着那把剪刀上楼。忽然谁也从他身后出现，喊住了他，不要靠近我，你要敢踏出一步，我就死给你看。喂，请告诉我，你和草壁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要对小失之动手？我正处于时间循环中，你也一样吧。片童小姐，拜托你和我说吧，这个循环到底是怎么回事？杀人是通往明天的钥匙，但我杀是不行的。我曾2次亲手将人杀死，但并没有前往明日。钥匙只掌握在草壁手里，只要小失之还活着，草壁就会为了到达8月10日继续杀人。我想要杀死驱使草壁走向疯狂的万恶根源，拯救草壁君。只要失之死了，一切就结束了，这是唯一的 happy end。说的好像有点太多了，总之不要阻止我，
不行，我绝不会让你杀了师之。谁也边说着拉了一把片桐，却不料没穿鞋的片桐正好脚下一滑，从楼梯上重重摔了下来。他手中的剪刀也正好刺入了谁也的肚子。见状，片桐掏出剪刀，假装安慰道：“你没事吧，警官？千万不要乱动哦，我现在就让你解脱。”片桐复活，草壁被绑，弥生从白月光扭曲成病娇。漫画最猎奇、最变态的部分终于来了。先回到片桐举起剪刀准备杀掉谁也时，在这关键时刻，与谁也同行的队员若山及时赶来救场。片桐见状立即停手，朝楼下跑去。谁也告诉若山先不要管自己，距离0点只剩下1分钟，如果今天发生循环，片桐就会逃回到24小时之前。快去追上片桐！虽然听不懂谁也在说什么，但若山还是照做了。此时片桐已经逃到1楼大厅，可就在若山即将追上片桐时，时间正好来到0点。今天又发生了循环，因为草壁和弥生这边为了尽可能不被警察盯上，选择了夺走内脏的杀人方式。就这样，片桐逃过了追捕，先前被他杀害的保安也活了过来，只有谁也身受重伤，还倒在医院的安全通道内。不知过了多久，谁也在睁眼时已经身处医院病房，周围围满了前来探望的同事。大家疑惑地问谁也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加奈刚想解释是时间循环的缘故，却被谁也拦了下来。我是在和片桐千春的争执中受伤的，我碰巧来医院看望小师之，然后就在那里遇见了片桐。片桐说他是从原本住院的北宫信医院逃出来的，之所以对小师之下手，是为了将草壁从照顾妹妹的重担里解救出来。拜托了，请尽快对片桐展开通缉，还有加强对小师之病房的警备。随后，队员们按照谁也的指示各自离开了，只剩加奈时，谁也坦白了事情经过，并将从片桐那里知道关于草壁的事都告诉了他。与此同时的叶九这边，他在今天的新闻电台又听到了一起巨县附近的怪死案件，他知道这绝对是草壁干的，决定去巨县一探究竟。至于草壁和弥生两人，他们还在一边杀人一边尽可能的远离案发现场。现在他们已经逃到了巨县的市中心，草壁决定和弥生分头寻找今天的杀人目标。行动前，草壁给了弥生一部手机，并让他把旧的扔了，这是之前他给片桐专门买的特殊预付电话，接打电话时不会被追踪。我们已经踏入了地狱，必须要将一直以来的人生全部舍弃。我想我一定再也无法见到师之了，这之后的人生只会有我和姐姐，我们两个人生存下去。锦一心一意地推开通往明天的大门，只有你我两个人去往天涯海角。很快时间来到晚上，巨县的某酒吧内，一个富二代正在让小弟们灌醉一个女生，接连几杯酒下肚，女孩很快便醉酒晕了过去。当她在睁眼时，才意识到自己已被富二代玷污。3分钟结束后，富二代向女孩撒了一把钱便算了事，而接下来新的活动也将继续。他拿出一根装有毒品的药剂，然后准备对2个隔壁桌的女孩进行注射。此时草壁正好路过这家酒吧，弥生给他发来消息说，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不行就先循环1天，等下在车站附近碰头。草壁看完还没来得及回复，就听到背后传来动静，是富二代正在招呼小弟们把刚打了药的2个女孩抱上车。富二代并没有带小弟们一起走，似乎是准备回家独自对2个女孩进行处理。草壁不出意外地将富二代当做了今天的杀人目标，一路尾随他的车来到了一栋郊区的别墅。然而就在草壁悄悄摸到窗口向里面巡视情况时，却发现富二代并不在里面。当草壁转身查看身后的瞬间，富二代已经用高尔夫球棍砸到了他脸上。没想到的是，当富二代看清草壁的帅脸后，竟产生了一个变态扭曲的想法，老是和女人玩也有些厌烦了，今晚就和这家伙一起玩吧。另一边，弥生自从收到草壁发来的找到目标的消息后，便再也联系不上他。不知过了多久，当草壁回过神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富二代绑在了床上。富二代名叫竹原，此时他正在一旁调制毒品。竹原戏谑地说道，这是你第一次用药吧？那么接下来就给你注射能让脑子直接起飞的量吧。见状，草壁果断用头撞向竹原，搞得他刚调制好的毒品被摔得粉碎。竹原很生气，他拿出在草壁行李中搜到的菜刀，准备做些他认为更刺激的事。没错，就是杀人。见此情形，草壁一下慌了。不过此时时间正巧即将来到0点，下一秒，竹原跟着草壁进行了循环。看着先前被带回家的2个女孩瞬间消失，竹原好奇地下床寻找起来。正懵逼时，他的手机来了一通电话，是小弟们打来的。老大，你刚才怎么突然就在我们眼前不见了？你现在在哪里？不是还要计划明晚要怎么在酒吧搞派对吗？你在说什么？派对不是刚才就结束了？竹原正说着，注意到墙上钟表的日期竟还是7月29日，于是他挂掉电话，对草壁进行了逼问。你知道些什么吧？回答我，你对我做了什么？眼看竹原就要把刀戳向自己，草壁连忙大喊道，是时间循环。接着草壁向竹原讲述了所有关于循环的事。出乎意料的是，竹原丝毫没有质疑的就相信了，然后他给自己打了一针毒品，癫狂的冲草壁大笑道，太厉害了吧，这种事情居然真的能在现实中发生，虽然很难让人相信，但操纵时间的钥匙就在我手中，哈哈哈哈。说罢他拿出一瓶安眠药，然后硬塞进了草壁嘴里几颗，不想被杀的话就乖乖吃下去，给我暂时老老实实睡着吧。做完这些后，竹原出门了。随后当天夜里，竹原开着他的大巨就冲到了市中心，一路上被撞的行人非死即残。接着竹原掏出一把菜刀下车，开始对周遭路人进行无差别杀戮。在他连续杀害几人过后，终于有警察持枪赶来救场。然而
竹原根本没在怕的，他将路人当作盾牌朝警察踢去，然后趁机一刀将警察灭了口。就这样，竹原将武器升级，好好体验了一把开枪杀人的感觉。与此同时，警方已派出大量警力赶来支援。竹原很兴奋，他一边开车逃跑，一边享受起了这种犯罪快感。而还在等待草碧回信息的弥生，已经预料到草碧说不定发生了危险。在听到有路人议论市中心发生了杀人事件后，他立即跑了过去。此时警察已将现场包围，围观的路人中有人嘟囔道：“听说有辆车突然冲进人群，杀了好几个人和一个警察后逃走了，走的时候嘴里好像还在说什么时间循环。”继续回到竹原这边，他一路逃回别墅，将草碧作为人质，威胁追过来的警察们不许靠近。草碧现在已经恢复意识，看到一旁被竹原带回家的女孩已被杀害，他瞬间明白了竹原想干什么。你是看准了日期会循环才杀人的吗？谈话间时间来到0点，亲眼目睹了楼下警察瞬间消失的画面后，竹原兴奋地大叫起来：“我决定了，我要饲养你一辈子，在我厌倦之前，不管是多少天，都用你这个循环尽情取悦我吧。”同一时刻，弥生也发生了循环。正当他还在猜测刚才是谁杀的人时，包里草碧给他的特殊手机响了。“喂，小真情，你在哪里？我现在在寿之泽车站前。”然而电话另一边却迟迟没有回应，因为这通电话是片桐打的。为什么新庄弥生会拿着我的手机？难道那个女的和草碧君在一起？寿之泽，也就是说他们俩在那里一起逛街约会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草碧君是只属于我的东西。再次回到竹原这边，他将草碧的手脚绑住挂在客厅，然后给小弟们打去了电话。他命令所有人即刻来到自己的别墅，说要给他们看看有趣的东西。挂掉电话后，竹原准备一边等小弟们一边和草碧玩点刺激的。草碧君，我这里有许多东西哦，无论是拷问器具还是各种药品。说罢，竹原开始了对草碧的欺凌。另一边，弥生检查了来电号码，发现并不是草碧打来的。他开始愈发担心草碧，回想起先前警察封锁的道路前方只通往别墅区，他打算沿着这条路去别墅区看看。不多时，弥生找到了竹原所在的别墅，正巧院子里有把铁锹，他果断捡起并小心翼翼地摸到了别墅门口。此时竹原正在上演对草碧的欺凌秀，又是给草碧喂药，又是拿钳子拔牙。弥生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后，想都没想便举起铁锹冲了进来，可竹原反应很快，躲避攻击的同时给了弥生一巴掌。就这样，弥生因重心不稳撞向一旁的柜子，里面放着的各种药剂也跟着散落一地。而看清弥生长相后的竹原当即对他动了歪心思。草碧君，你就待在那好好看着你的姐姐如何变成女人吧。趁竹原说话的功夫，弥生随便捡起了一瓶地上的药剂。弥生用药剂朝竹原的脸砸了过去，里面的液体仅是碰巧落在竹原脸上几滴，便让他痛得缩在地上惨叫。弥生仔细一看，发现这居然是硫酸。随即弥生果断上前，将一整瓶硫酸全都浇到了竹原身上。还没完，弥生又拿起铁锹重重拍向了竹原的脑袋。就在他逐渐丧失理智准备做掉竹原时，草碧喊住了他：“姐姐，求求你不要做那种事。”“为什么？是因为如果我杀了他，就无法让时间向明天前进，过于可惜了吗？”“小真情，你对我说过吧，这之后的人生只会有你我二人行走下去，所以是时候好好承认了吧。我也是可以守护小真情的，我不是什么小真情的负担，我们可是一同分担所有的伙伴啊。”说罢，弥生抓着草碧的手一刀做掉了竹原。而当俩人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时，别墅楼下传来了动静，是竹原的小弟们赶了过来。见状，草碧提议赶紧撤离，但弥生却拉住了他：“我们就留在这里吧，毕竟好不容易才来了那么多，杀了也无所谓的人。”很快，竹原的小弟们推门进到了别墅里，不等众人反应，弥生戴着防毒面具出现在了他们身后，在他手上还提了一个桶。原来弥生是要制造毒气，将漂白剂和盐酸混合就会释放出氯气。众人见状赶忙捂住口鼻，而这正好给了草碧偷袭的机会。就这样不到3秒的功夫，5个小弟便全被弥生和草碧制服。接着他们打算将几人全都抬到地下室关起来。搬运时，草碧在内心不禁感到一阵后怕。几分钟前是弥生临时制定的这套计划，把竹原的小弟全部活捉，然后一天一个的杀掉，这样就不需要去外面重复危险的杀人。杀完这几个人后再去引新的目标过来，我们在这里迎来8月10日就好。没想到姐姐会想到这种计划，让本和一切毫无关系的姐姐跟我背负同样的罪，实在太痛苦了。我和姐姐两人前行的未来一定不会长久。不知过了多久，众人在地下室内清醒过来，草碧指着竹原的尸体对他们威胁道：“你们全都给我听好了，不想死的话，就给我一辈子闭上你们的臭嘴。”时间来到第3次7月29日白天，弥生检查了别墅，发现这里并没有食物，只有不少酒放在冰箱里。考虑到要在这里待到8月10日，所以必须趁现在囤积必要的物资。弥生因为担心草碧被警察盯上，便表示自己一个人去趟超市就好。那么画面来到超市，弥生在挑选食材时，完全没注意到自己已被片桐跟踪。他用刀抵住片桐的腰子，威胁道：“不要大声喊叫，快点带我去草碧君的身边。你是片桐，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在这里？因为循环不断重复，我很担心啊。草碧君本是我的东西，拥有和草碧君共度一生权利的人是我。”边说着，片桐将刀轻微刺入了弥生的后背。“停，我这就带你去见小真情，给我赶快走！要是敢做出什么可疑的举动，我就立马捅死你！”
没办法，弥生只好先将计就计，他并没有带片桐去见草壁的意思，而是已经在计划着等下要怎么杀掉片桐。只见弥生带着片桐上了一辆公交车，两人一路坐到郊区，弥生才示意下车。这里荒郊野岭的片桐起了疑心，他刚想问弥生些什么，却不料弥生偷跑了。他一个箭步便冲进了高速下的树林中，片桐见状赶忙追赶，不一会就追到了树林深处。此刻，两个都喜欢着草壁的女人互相叫起劲来，一个是从小玩到大的青梅，一个是爱到扭曲的病娇。两个女人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来了！片桐和弥生的战斗正式打响。只见片桐率先举刀朝弥生冲去，弥生为了闪避，不得不将身体向后倾斜，而这正好给了片桐机会。他直接用力扑倒弥生，并将刀抵住了他的脑袋。甚至为预防弥生反击，他还用嘴咬了弥生手腕一口，使他无法握住匕首。做完这些后，片桐果断一刀刺入弥生的肩膀。快说，草壁君到底在哪？你也差不多放弃吧，能让草壁君幸福的人只有我。片桐的这句话点燃了弥生，他一脚将其踹开后反驳道：谁也没有办法让他幸福，你果然一点都不懂小真情，已经没有人有能力让现在的小真情幸福了。小真情他直到死去那刻为止，都注定只会在痛苦的折磨中度过，迎接小真情的将会是一切的责难、谩骂与污名。可是啊，我无论如何都永远喜欢小真情，为了重要的妹妹情愿舍弃自己的所有，我爱着那样的小真情。所以呢，你这家伙又能做些什么啊？什么也做不到，我只能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受伤而已，和小真情一起变得不幸而已，两人一起分担如同地狱一般的 happy end 而已。快住手！再这么继续，你可就不只是一个伤害致死那么简单了。没想到叶九竟出现在了两人身后，与他同行的还有尚未痊愈的水野。叶九解释道，片桐千春其实从宫信那里就一直被水野跟踪的呢。原来水野在循环第二次29日时就擅自离开了医院，凭借路人口中有人突然出现的这种线索，我最终找到了他。在跟踪片桐的同时，我还拜托了加奈搜寻叶九颈部的踪迹，颈部想必一定会前往内脏消失事件发生的巨县。结果不出所料，我跟着片桐去了巨县的寿之泽，并在这里跟颈部会了合。再然后，我们两人跟踪片桐的时候，新庄弥生，你出现了。本以为你会去草壁那里，没想到居然会演变成这种事态。草壁的藏身处，之后就在署里慢慢交代吧。15时28分，对杀害片桐千春的现行犯新庄弥生实施逮捕。然而，当手被铐上的这一刻，弥生竟还在担心着草壁的安危。此时还在别墅的草壁也察觉到了一丝危险，姐姐好慢，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正想着，草壁听到地下室传来动静，被囚禁的众小弟已从昏迷中醒来，他们大骂草壁是个杀人魔，让草壁放了他们，给我安静！我说过不准再张开你们的臭嘴，你们是忘了吗？边说着，草壁给了地上一个话最多的小弟几脚。做完这些后，草壁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心想弥生一定只是稍微回来晚一些，不会有事。可是草壁一直等到晚上也没等来弥生。另一边，片桐死亡的案发现场，警方已在核实，谁也向上级汇报了事情经过。他没有透露叶九之后的行踪，只告诉他们自己是靠叶九才发现的这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直至0点7月30日到来还未等到弥生的草壁，已经开始感到一丝恐惧。本来杀了那么多人的我，应该已经彻底对恐惧麻木了才对，可我现在却对变成独自一人这件事这样的害怕。自将我从叶九的监禁中解救以来，姐姐就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现在才能勉强保有着理智。作为那份安适的代价，我的心或许已经失去了独自生存的坚强。我必须得去寻找姐姐，我需要姐姐。时间来到7月30日的白天，草壁来到寿之泽车站周围四处寻找着弥生，但最后连弥生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在愈发焦躁与不安中，草壁逐渐开始有了觉悟，他居然去找叶九自首了，决定接受最糟糕的现实的觉悟。接着画面来到公信市警察局，叶九将草壁带了过来，他告诉手下立即准备好审讯室，等下自己要亲自对草壁进行审讯。等等，说好让我和弥生姐见面的约定呢？会让你们见面的，只要你把该交代的全交代了，接下来随便你在监狱里和你的姐姐怎么聊。叶九话音刚落，科长气势汹汹地赶来打断道：你个混账东西，怎么有脸赶回公信的？该接受审讯的人是你才对，我现在已杀害草壁父亲以及监禁草壁的嫌疑。科长请等一下，拜托您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我和叶九警部一定会揭露草壁的时间循环杀人给您看的。呵呵，玩笑也给我适可而止吧。科长，我也拜托您了，我自然不相信存在什么时间循环，但我愿意去相信和我同期的水野。此刻就连一直质疑叶九的高里警官竟也替叶九求起了情。没办法，科长只好给叶九一次机会。听好了叶九，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你要证明你主张的时间循环杀人，并洗清你杀害草壁父亲的嫌疑。要是到时候你没有做到，我就会逮捕你。与此同时，已被囚禁在公信市警局的弥生这边收到狱警通知，从刑事课那边传来报告，就在刚才在寿之泽周边区域发现的草壁真情被作为重要知情人移送到了这里。另外有人来见你了，是你的父母。听后弥生当即大喊道：不行，让他们回去。就这样，毫不知情的弥生父母被拦在了外面。此刻弥生彻底陷入了绝望，回到草壁和叶九这边，两人准备就在这个审讯室内做个了结。然而面对叶九直指时间循环杀人的拷问，草壁上来便否认了，并装出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见状，谁也上前问道：
片桐千春对我这么说过，草碧为了将小诗织带往手术的那天，每天都要杀一个人，这你怎么解释？片桐同学，他又知道我的什么？确实我以前和他坦诚过彼此的家庭情况，但我的关系也就只是普通朋友。骗人，他都已经去医院杀小诗织2次了，你们显然不是仅仅谈过心那种浅薄的关系。我什么也不知道，就只是片桐同学自顾自地陷入了奇怪的妄想，是他把那份妄想当成了现实，然后追着我过来的。姐姐一定是为了从那样的片桐同学手中守护我才会这样，居然把那种女人的话当真，相信时间循环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可是加奈也被卷入了循环哦，还有我也是，有够荒谬。而且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个刑警现在会坐在这里审讯我啊？这家伙之前可是把我监禁了起来啊，要抓也应该先抓这家伙，这是不劳你费心。3天之后你我之间肯定是有一个要进监狱的。边说着，叶九将手放在了草壁肩上，马上就到0点了，事实胜于雄辩，带我去吧。回到24小时之前，然而当0点到来的瞬间，时间却向前推进到了7月31日。草壁装作无辜的样子嘟囔起来，已经够了吧，让我回去。看来今晚也不会发生循环了，毕竟在受之责发现你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已经杀过人了。不过你也就只有今晚能逃掉了，因为接下来的3天你都会在警察24小时的监视中度过，这让你很为难吧？自己现在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杀人了，明天才是正戏，整整1天没有杀人的你，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告时间循环的存在，谁也严加看管。之后草壁的审讯工作进入了第2天，这天草壁也没有拒绝接受调查，但却只是一直保持着沉默不语的态度。时间来到7月31日晚上23点56分，审讯室外谁也让科长和大家接触自己，审讯室内叶九则搂住了草壁的脖子。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草壁的时间循环能力要败露时，时间却再次向前推进了，日期来到了8月1日，叶九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够了吧，这样你们能明白了吗？什么时间循环全都是你们的妄想，别再纠缠不休了，你们差不多都清醒些。不对，是定时装置吗？你故意在受之责被我抓住，但其实是先在某处设下了每天杀人的装置。反应过来的叶九立即吩咐手下联系受之责的警署，让他们重新彻查一遍草壁的行踪。见叶九开始慌乱，草壁笑了，因为确实如他所料，彼时在竹园别墅的地下室内，草壁已用时间装置杀了1人，除此之外还有2人正被装置束缚等待死亡倒计时。这个装置很简单，就是用镇静剂让那些家伙丧失抵抗能力，绑到椅子上，再给手机设置不同时间的闹钟，设定的时间到时手机便会因震动失去平衡而掉落，然后阻碍管道的夹子脱落，点滴内的毒物就会注入体内。如此一来，我便能在审讯室里每天杀1个人。5名人质的其中1人在29日死了，剩下4人中的1个，我在30日早晨出发寻找姐姐前杀了，然后最后的3人我给他们设下了定时装置。这么一来还剩2天，也就是说，直到这场审讯迎来实现的那天，日期都将被确定着向前推进。听到拘留的时间是3天时，我就确信了会是我的胜利。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没有再去争辩的必要了。非常遗憾啊，叶九刑警，这次要进监狱的人是你。很快，时间来到8月1日的晚上23点59分，叶九和之前一样尝试靠接触草壁进行时间循环，但结果可想而知，时间再次推进了。同时，地下室内的最后1人在0点过后毫无意外的死了，而已经有些不耐烦的科长认为这就是场叶九组织的闹剧，表示最迟就到今晚结束。对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叶九也完全没有办法。时间来到8月2日晚上23点45分，高里警官突然闯入审讯室，他带着科长下达的逮捕令，准备对叶九进行逮捕。叶九知道不能再这么跟草壁耗下去，于是他忽然起身说道：“我要亲自去受之责指挥草壁定时装置的搜索。”说罢，叶九一个箭步逃离了现场。高里警官见状，赶忙指挥众人对叶九进行拦截。冲在最前面的水野因为着急，不慎被叶九抓住当成了人质。他用圆珠笔抵住水野的脖子，让众人不要靠近，甚至为了效果逼真，他竟真的刺伤了水野的脖子。但在科长与众人看来，叶九这时终于露出了本性。随后，叶九将水野掳上车，一脚油门跑了。科长则吩咐手下赶紧追上去，继续回到草壁这边。现在已经是8月3日的0点12分，高里警官回到审讯室，准备放了草壁。临走时，草壁向他提了个要求，那便是去见一下弥生。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人一起迫不及待地扑到了玻璃前，双方都有很多想要说的话，但到嘴边时却只剩下了几句简单的关心。弥生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草壁，于是他对草壁说了那3个字：“我爱你。”说罢，他隔着窗户亲吻了草壁。会面时间也在这一刻结束，弥生被狱警拉回牢房，只剩草壁趴在窗户前放声大哭。之后，时间来到8月3日中午的公信市立医院，一个黑皮体育生来到了失之的病房前，负责监视失之的警员询问了他的身份后，得知他是失之的同级生，名叫赖户，想来探望一下失之。此时赖户看着病床上岌岌可危的失之，思绪一下被拉回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和失之是一同学习击剑的好朋友，因为失之每次都能胜过赖户，不服输的赖户便一直将击败失之当作自己的目标。可那天赖户却发现失之的状态忽然变差了，失之并没有说是自己身体的原因导致的，只是那天之后，赖户便收到了失之住院的消息。如今几个月过去，赖户听说了失之还有1周就要手术的消息，这次过来是要专程送给失之一张写着坚韧不拔的横幅。可就在赖户将横幅放下准备离开时，失之却喊住了他：“赖户君，我一直在等你。”
求你，立刻杀了我！笨蛋，你在说什么？你是在担心手术会不会失败吗？没事的，一切肯定都会顺利的。那么就请你救救我的哥哥。谈话间，病房护士忽然冲进来，便要查看失之的情况。赖护虽没听懂失之话里的意思，但他清楚失之的哥哥一定出了什么事。时间很快来到晚上，想要外出杀人的草壁注意到楼下被安插了警卫监视自己，这对独自一人的草壁来说实在无法行动，只能在家里等待时间循环，摆脱监视。同一时刻的公信市某郊区，叶九已将追捕自己的警察甩掉，另外他还把谁也弄晕绑了起来。至此，由叶九亲手谋划的大反转即将到来。时间来到23点48分，负责监视草壁的2名警察正准备交班时，无线电忽然收到总部的紧急通知，可还不等俩人听清内容，便受到了袭击。睡梦中的草壁听到动静被惊醒，他赶忙朝楼下望去，看见有一名倒地的警员，草壁感到一阵不安，本想下楼查看情况，却和叶九撞了个照面，没想到竟是他袭击了警员。草壁，你可别给我逃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冒着危险才来见你的。边说着，叶九亮出了一把小刀。你这是打算做什么？难不成想杀了我吗？不，你猜错了，我只是来向你报告的。报告？什么报告？叶九笑着说起了从今早便已实施的计划。原来就在刚才，叶九给若山打了个恐吓电话，说在失之的医院安放了炸弹。对此众人肯定是不信的，但当有警员在叶九家里搜到公信市医院的设计图时，所有人瞬间如遭雷击，哈哈哈哈！现在署内应该乱成一锅粥了吧？炸弹？你到底在谋划着什么？放心，没有炸弹，我什么都没做，只是误认为我发疯了的那群蠢货们应该会拼了命的去保护失之吧。如此一来，那些家伙下一步的行动必然会是对失之进行转移。你是想在今天使用循环逃脱警察的监视吧？但是如果就这样任由循环发生，回到24小时之前，你那在转移途中车上的妹妹会变得怎么样呢？时间马上就到0点了，在那一瞬间，失之乘坐的车将会消失，然后失之就会因为惯性当场摔死。所以现在就有个问题，为了拯救自己的妹妹，在这仅剩的2分钟里，你能够做些什么呢？没错，拯救妹妹的路只有一条，现在亲手犯下杀人的罪行，阻止循环的发生。时间循环是真实存在的，而你为了不让循环发生，选择了杀人这条路。我会在这里证明你杀人的事实，以我的性命作为交换。你认真的吗？真的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们2人在被循环抹去的那些时日中，一定有过许多次的对峙吧？那么你也应该足够了解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如果要我在作为警察追捕你的道路上一直踟蹰不前，那我宁愿将这条性命作为知晓真相的代价舍去。还剩1分钟，快点暴露出来吧，草壁！你连续杀人犯的真面目！叶九警部，你给我闭嘴！你是证人，就乖乖在那里待着，从头看到尾。那么草壁将如何破解叶九设下的死局？让我们下集继续。弥生自杀就失之，草壁沦为通缉犯，灭杀轮回的故事即将迎来完结。先回到叶九逼迫草壁杀掉自己时，现在留给草壁的思考时间仅剩1分钟。如果不杀叶九，那么时间便会循环导致失之当场死亡，已经没有退路了。此刻草壁只能拿起小刀，然后立即杀了叶九。这一刻，叶九欣慰地笑了，这就是真相吗？谢谢你，草壁，我会在地狱等着你。随着叶九的死去，时间成功向前推进了，一旁目睹一切的警员自然也不能留下活口。可就在草壁拿着刀走向他时，身后却传来了叶九的咳嗽声。什么？叶九居然没有死？怎么可能？时间已经前进到下一天了。草壁正懵逼时，警员的无线电传来消息，各单位紧急通知，23时58分，身处公信署内拘留所的新庄弥生自杀了。让我们将时间回到几分钟前，警局正乱成一锅粥的时候，牢房中的弥生也被狱警告知，失之正在往其他医院进行转移。弥生知道现在正是时间循环的节点，如果今天时间循环的话，失之肯定会死在半路。于是，在时间还剩2分钟的时候，弥生果断拆掉胳膊上用来包扎的纱布，并在内心对着神明喃喃：神啊，我是因为小真情导致的死，所以向前推进吧，拜托了，请一定要抵达明天。壊れた僕なんてさ、息を止めてほどけない、もうほどけないよ、真実さえ忽然，绝望中的草壁被身后的警员喊住：拜托了，草壁，帮我把手铐解开，救一救叶九警部。警员话音刚落，草壁便反手给了他一刀。正愁无处发泄情绪的草壁，将所有怒火与不甘全都倾泻在了他身上。此时的草壁已然成为了真正的杀人魔。随后，天空下起了大雨。准备逃离现场的草壁并没有将另一名警员也杀了，而是取走他的配枪，对准天空说道：神啊，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报告总部，发生紧急事态，草壁逃跑了，同时杀害了我们1名人员，请求立即支援。与此同时的警察局内，
科长和工作人员已核实医院并没有被叶九安放炸弹，只不过刚松了口气的科长得知草壁杀人未遂后又傻眼了，因为有工作人员还告诉他，在弥生购买物品的超市附近有摄像头拍到了竹园的车辆，最终在竹园的别墅中发现了数名死者的尸体。目前事态已经惊动了县警本部的部长，然而即便如此，科长还是不愿相信时间循环的存在，只是下令让所有人将搜查方针全力投入到搜索草壁中去。另一边，若山在草壁家附近寻找线索时，发现了叶九的车辆，里面本该被绑在车内的水野现已消失不见。若山将水野消失的消息告诉了加奈，并让他先回巨县，要是有消息再联络。很快时间来到早上，担心水野安危的加奈并没有离开宫信，而是来到市立医院准备碰碰运气，看水野会不会在这里调查失之。结果他一进到医院大厅，就看到电视上正播报着草壁杀害警察未遂正在被通缉的新闻，这让本就不安的加奈更加忧虑。忽然加奈从一旁的路人口中听到了失之的名字，原来因为昨晚失之被紧急转移，今天来看望失之的赖户被护士告知失之不在这所医院了。见状，加奈赶忙凑了过来。由于俩人是初次见面，一番交谈过后，他们聊到了新闻上的草壁。加奈并不想将赖户这个局外人也卷进来，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就算跟赖户说了有关时间循环的事，他也不会相信。可没想到加奈刚要走时，赖户忽然来了一句，将可憎之人的性命了结，方可开启通往明日的门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拜托请告诉我吧，失之身上发生了什么？随后加奈带赖户去往了一家快餐店，在这里赖户给加奈看了一样东西，一张用血钻写了字的神签。你从哪里弄到这东西的？就掉在失之病房的床底下，我当时想交给护士，结果失之醒了，场面一下变得乱糟糟的，就没来得及送出去。听后加奈赶忙接过看了一下，神符上的字和第一集中草壁收到的那张一样。加奈看完神符上的字后什么也没说便要走，见状赖户追上去认真的喃喃道，失之先前让我杀了他，我回答说做不到，然后他对我说那么就请救救他的哥哥。现在想来那家伙或许是想说请杀了我的哥哥也说不定，变成现在这种情况，草壁被抓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你想要找到草壁吧，我也想知道真相。随后加奈将所有知道关于草壁的事都告诉了赖户，两人暂时成为了合作关系。接着画面来到临近深夜的某高速休息区，一个男人正在等女友买咖啡，当女友回来时，男人惊恐地发现草壁正拿枪抵着女友的脑袋。草壁威胁两人上车，并让他们带自己去一个地方。此时车上的中控屏正播报着草壁杀人未遂的新闻，男人因为怕出人命只能照做。时间来到次日的8月5日白天，水野自从逃离了叶九的车辆之后，便一直在思考草壁的动向。他认为被逼至穷途末路的草壁一定会将所有憎恨投向循环的根源，所以草壁大概率会去寻找获得循环能力的原因。按照这个思路，水野来到了草壁第一次杀人的地方。根据之前调查的情报，水野大致了解过这里，这座神社的公司已经失踪了10年，现在这里是无人管理的状态。忽然水野注意到神社的门居然是开着的，并且里面摆放的物件也是乱的，确定里面有人后，水野赶忙冲了进去，没想到竟是加奈和赖户正在这里不知翻找着什么。一番交谈过后，水野得知了失之拥有神签的事，并且加奈和赖户告诉水野，在他们来神社之前内部就已经被弄乱，大概率是草壁已经来过。事已至此，水野决定先调查一下关于这座神社的信息。那么画面来到宫信市图书馆，加奈、赖户、水野三人在这里找到了一本宫信市民俗史，上面有提到这座神社似乎是1500年前从某地分支而来的分社，不过这个某地具体是哪里还需要再继续查一查史料。三人决定分工，再试试能不能找到线索。一晃时间来到下午，赖户和加奈忽然发现水野不见了。原来水野查到神社是由一个叫智卷村的地方分支而来，因为不想再继续把更多的人卷进来，水野独自踏上了去往智卷村的路。他还专门将书里记载的这一页给撕了。对此赖户并不意外，他早就料到水野可能会丢下他们，所以赖户提前将自己的手机藏在了水野的车上，接下来只要追踪手机定位就能追上水野。赖户在心里暗自发誓，失之降临在你身上的灾难就由我来消去。很快时间来到晚上，草壁已胁迫男人来到距智卷村仅3公里的郊区，因为今天还没有杀人，草壁自然不会放过他们。时间来到次日的8月6日，智卷村里的某户人家正吃过午饭，家里正上高中的女儿因为无聊一直在玩手机，因为不想干家务活，女孩随便找了个理由便跑出了家门。而因为玩手机太过入迷，女孩不小心走进了山里，并刚好碰到了正在寻找神社的草壁。因为从没见过帅哥，只一眼女孩便被草壁吸引。她本想偷偷跟踪草壁看他要干什么，却不料因为被山间的蚊虫叮咬大叫了出来。草壁不出意外地发现了女孩，简单交谈过后，草壁意识到女孩并不知道自己是通缉犯，于是他谎称自己是来户外探险的，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废弃很久的神社，并想请女孩帮自己一个忙，请你帮我问问熟悉这个村子的人是否知道那个神社，要对我的事保密哦，说不定会惹当地人的反感。女孩答应了，她找到家里年龄最大的爷爷询问村里是否有神社。爷爷捋了捋胡子，喃喃道，小时候听说过西边的山上有座古老的神社来着，但是从来没人见过，西边的山很容易迷路，所以很久以前人们就说不要进去。之后女孩如约将这消息告诉了草壁，并带上了自己的背包，决定在晚饭之前陪草壁一起寻找那个神社。与此同时，水野也已经来到了这座村庄，他拿着草壁的照片
向这里的人询问是否有见过草壁，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不过他很快便听到村里的街道上传来一阵警笛声，谁也见状赶忙上前拦下警车，并亮出了自己警察的身份向其询问情况。原来是有路人报警，在郊区发现了一辆全是血的车，谁也跟着当地警察过来，发现了昨晚被草壁杀害的那对男女的尸体。这个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警方开始疏散起人群。到晚上时，警方已投入了大量特种兵对草壁进行搜索，谁也在其中帮忙，势必要在今晚将草壁进行逮捕。而此时，草壁在山上用望远镜已洞悉了现在的情况，他不装了，直接把枪架在女孩脖子上，将她当成了人质。就这样，草壁胁迫着女孩带路，开始向山的西边深入。不多时，草壁找到了一座鸟居，但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最重要的神社。不等草壁思考，身后忽然传来特种兵们搜索的脚步声。没办法，草壁只好先带着女孩逃跑。同时刻，赖户和加奈因为走了一天还没到智卷村，身心俱疲的加奈提议不如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边说着，他看了眼时间，还有2分钟便是0点。忽然，赖户抓住加奈的手，认真的说道：“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你想抛下我一个人循环对吧？我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带我一起回到24小时之前吧。”不行，我不想再把任何人卷进来了。我不管怎么说也是草壁的亲妹妹，但你可是无关的局外人啊。我喜欢草壁师之，他没有拜托其他人，而是只拜托了我舅舅他的哥哥，所以不管你说什么，我也绝对会跟着你的。另一边，草壁已被特种兵们包围，而随着0点到来，时间发生了循环，特种兵们瞬间消失不见。赖户也初次感受到了循环的震撼，同时没了特种兵们并肩作战的谁也在内心思考起接下来的行动。和我想的一样的草壁，你回溯了时间，这么一来搜索便暂时停止了，但是明天晚上警方还是会再次开始搜山，在那之前我要找到你，然后亲手终止循环。那么时间来到第2次8月6日晚，特种兵们和之前一样开始集结准备搜山。现在的谁也已经在山里找了草壁1天1夜，但连草壁的影子都没看到。不过他却阴差阳错地找到了神社的鸟居，和之前草壁看到的景象不同，谁也竟看到了进入神社的入口。与此同时，草壁和女孩在山里走了1天1夜迷路了，他们几乎绕山走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那个鸟居，只不过这次鸟居里出现了通往神社的台阶。草壁顿时反应过来，难道说这里是只有持有循环能力的人才能通过的道路？之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还没有把它卷入循环，所以道路没有开启吗？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草壁赶忙压着女孩准备进入神社，可下一秒却被谁也给拦了下来。草壁，你有什么目的？来这里打算做什么？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为了杀死神啊！别在那碍事，不然我杀了他！快放开那孩子！此时女孩因为过度紧张，忽然朝水也跑了过去。草壁，你这家伙做了什么？我原本就打算对他这么做的，昨天已经浪费了1次循环，今天可不能再浪费了。你以为你做出这种事能够被原谅吗？哈哈哈哈！刑警小姐，你在说什么呢？什么能够被原谅？这种事肯定是不能被原谅的。草壁真情已经和弥生姐一起死了，现在留下来的是个为了不断向明日推进而不择手段的机器而已。那你为什么又会是这副表情呢？此时草壁全然没注意到自己在哭。为什么啊，蠢货？为什么眼泪停不下来啊？明明我都已经不是人了，我就是渣子，为了自己家人的幸福，无情夺走他人幸福的垃圾玩意。喜悦也好，悲伤也罢，我这种人根本没有任何感受的权利。快让开，刑警小姐！还是说你要亲手杀了我？这样也行，就杀了我吧。如果这样就能解开这个疯狂的诅咒。然而听后谁也却放下了枪，不会结束的，即使我杀了你，循环也不会结束的。我已经去看过上面的祠堂了，在那里并没有你想去杀死的神，祠内只放着一张记载着古老故事的文书，以及2片替身人偶，而人偶的背面则写着和小狮之先前持有的神签一样的话。什么？狮之也有神签？边说着，草壁拿出了自己的神签。如果真和刑警小姐你说的一样，那岂不就意味着凭我自己是没办法终结循环的吗？见草壁几近崩溃，谁也安慰道：先想想这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吧。你至今为止的所作所为理应受到严苛的裁判，可是如果换我处于同样的立场，我真的觉得非常痛苦。我现在与你一同身处循环之中，我绝对不是你的敌人，所以求你听下我的话好吗？不要再继续犯下杀人的罪了，这也是为了小狮之，拜托了。此时已抵达智卷村山上的加奈和赖户听到了第2声枪响，但奇怪的是，他们发现正在搜山的特种兵们像听不到似的，还在漫无目的的寻找草壁。俩人知道事态紧急，便以最快的速度顺着枪声找到了神社的入口。结果赖户在进入神社的台阶处看到了被枪杀的女孩，以及中弹后还剩一口气的谁也。见状，赖户赶忙越过谁也，来到了神社最上方的祠堂前。可惜草壁已经离开了这里，赖户在祠堂内只看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诅咒的真面目。此时谁也用最后的力气对加奈说道：请你一定要终结这个诅咒。时间来到8月7日晚上20点42分，叶九在某医院的病房中醒来，此时高里警官正在他的身边。叶九感慨道：没想到我竟然会活下来。谁也呢？他失踪了。你在装什么傻啊？你根本就没有被草壁杀掉的打算不是吗？草壁刺向你的那刀被你胸口的钱包挡住了，
你煽动草碧让他用刀刺向你，想要以此来揭露草碧的真面目。结果一切如你计划的那样，草碧之后又杀害了一名警察逃走了，现在正被全国通缉当中。如此一来，你便能在证明自己清白后重返调查。你是这么想的对吧？真后悔啊！明明之前谁也是那么坚持时间循环的存在，我们却一点都没有听进去。高离一边自责一边低着头走了出去，只剩叶九一人时，他打开电视机看起了新闻，得知警方还没有抓到草碧，叶九擅自拔掉呼吸器，思考起了接下来的计划。时间来到8月8日中午14点21分，公信市内的县立医院内，一个流浪汉在大厅向工作人员询问道：“病人草碧失之的病房在几层啊？”然而，工作人员查询了失之的名字后，发现并没有这个患者。见状，流浪汉赶忙装作没事的样子离开了医院。接着画面来到一处桥洞下，流浪汉的家就在这里。他向在家中等候的草碧汇报起了刚才的情况。医院没有叫草碧失之的孩子，你是不是搞错医院了？总之任务我完成了，说好的报酬呢？我这就给你，非常感谢。边说着，草碧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匕首。流浪汉来不及躲避，被草碧一刀送去领了盒饭。失之，你到底在哪里？哥哥已经想好了，为了让这一切结束，哥哥要让你。之后，时间来到8月8日晚上23点59分，叶九盯着桌上的时钟，发现时间向前推进到了8月9日，失之的手术就在明天。草碧，你打算怎么做呢？在妹妹的手术结束之后，你也要这样一直继续杀下去吗？叶九正想着，手机收到谁野的来电，他赶忙接通想询问情况，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草碧的声音：“刑警先生，你现在在哪里？我想和你见一面。”随后时间来到8月9日凌晨3点05分，叶九所住医院的天台，草碧来这里跟他碰面了。一见面，叶九便问道：“为什么你会拿着谁野的手机？”“因为我把谁野杀掉了。”“混账！你这家伙才是，竟然敢把弥生姐逼到自杀！”草碧边说着掐住了叶九的脖子，可很快他又松手了。“就算在这里杀了你也不会有任何意义，我必须见到失之结束这一切。结束这一切，你该不会是打算杀了失之吧？”完结了，将血腥贯彻全剧的虐杀轮回，终于迎来了他的 happy end。当叶九在天台上向草碧问出“你该不会是要杀了妹妹”这句话后，草碧向叶九道出了诅咒的秘密。我去了那个身为诅咒根源的神社，在那里我知晓了时间循环的真相。很久以前，某个女儿曾犯下冤罪，被判处了死刑。在远方生活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为了救助女儿，他向神明祈祷。于是父亲从神明那里获得了循环时间的力量，借助循环，男人每天不断朝女儿的方向前进，终于平安无事地救下了女儿。但是在救下女儿之后，循环同一日的诅咒依然没有结束。男人知晓要让日期前进，需要献上活祭，每天不断重复着杀戮。最后，女儿杀死了心爱的父亲，永远开启了通往明日的门扉，也就是解开了诅咒。说罢，草碧递给了叶九在神社找到的2张替身人偶，上面一半写着断绝可憎之人的性命，而后通往明日的门扉将会开启；另一半写着断绝心爱之人的性命，而后通往明日的门扉将会永远开启。如果仿照这个故事就是解开诅咒的唯一手段，那我就非得被失之杀死不可。听后，叶九觉得事情变得愈发有意思起来，于是他决定帮助草碧找到失之。时间来到8月9日凌晨4点55分，叶九带草碧来到了一家医院——公信医疗中心。这里有警察内部共搜查过程中需要治疗人员住院的病房，失之应该就在里面。虽然警备森严，但有我带路的话，想来是能避开监视到达失之的病房的。草碧不解地问道：“你真的打算帮助我这个杀人魔吗？我说过很多次了吧，对于我来说，无论正义还是伦理都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要亲眼见证你所抵达的终点。”说罢，两人开始了行动。与此同时的加奈和濑户这边，他们推测知晓诅咒真面目的草碧，下一步一定是找到失之。于是俩人从昨天开始，就在公信市内的各大医院进行走访，但都没有找到有关失之的迹象。现在只剩最后一家医院他们还没去，也就是公信市医疗中心。然而就在去往医院的首班车快要到来时，加奈却忽然起身走了。他嘴上说是要去趟厕所，可直到班车到站，加奈还是没有回来。没办法的濑户只能独自前去医院，而加奈其实就在不远处看着。他似乎想到了新的计划。时间来到凌晨5点15分，叶九带着草碧已经成功潜入医院内部。由于失之病房周围安插了警卫24小时监视，叶九率先出面去吸引了他的注意。接着，草碧从警卫身后一个锁后，将他勒得短暂昏厥了过去。眼看草碧就要拿出刀将其灭口，叶九赶忙拦下说道：“你被失之杀死后，循环的诅咒自然也就结束了，不是吗？那就应该没必要继续杀人了吧？抓紧时间，我们继续往前走。”随后，在途经的路上，草碧又用灭火器砸晕了一个警卫。他们终于来到了警方搜查用的特殊病房，失之毫无疑问就在里面。这时叶九拿出电击器说道：“来，用这个叫醒你的妹妹，让她杀了你。等下，我自己去就好。”可话音刚落，草碧就犹豫了。失之，我原以为自己再也不会与你相见，你还没有看过新闻吧？对哥哥的事情又了解了多少呢？不仅是爸爸妈妈也是，还有弥生姐，所有人都是因为哥哥而死的。要是知道了这些，你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哥哥吗？快点啊，草碧，你在干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待太久。不行，我见不了他，我没办法让失之变成杀人犯。谈话间，忽然一阵警报声响起，是赶来的濑户向门卫打了报告。
草壁真情很有可能已经侵入医院内部，请你们尽快进行调查。工作人员听后联系了失之病房周边的人员，发现无一人应答后，他们立马展开了行动。赖户想跟他们一起，却被告知只能在原地等待。此时叶九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于是他就气草壁大吼道：“站起来，草壁！必须要让你的妹妹杀了你！我要亲眼见证你们兄妹二人的结局！”边说着，叶九推开了失之病房的大门，拿起电击器就要朝失之店去。叶九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居然被刺了。草壁将刀刺入了叶九的后背，还没完，草壁又一刀瞄准了叶九的脖子。呵呵，草壁，这就是你所选择的道路吗？你果然就是个没种的东西。随着草壁手起刀落，叶九死在了失之的病床前。碰巧醒来的失之看到了这一幕，草壁什么也没说，慌忙逃离了病房。他知道自己在失之眼里的形象已经彻底崩塌，现在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让自己冷静下来。忽然，赖户拦住了他：“情况我都了解了，你是打算让失之杀了你对吧？看样子你终究没能做到。那么接下来你要去哪里？你该不会是打算从今以后都要那样一直继续杀人吧？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听后，草壁情绪激动地推倒了赖户：“那你回答我，我该怎么去做才是你们眼中的正解？不要去杀人，不要放弃失之，不要循环时间，不要让失之成为杀人犯，那也不要做，这也不要做。”摆着副自以为是的嘴脸在那空谈什么大道理。站在局外人的旁观者自是可以吐出满嘴的漂亮话，可是我不一样啊，只有我一人是真真切切的活在诅咒的中心，即使明知是恶，我也必须要前进不可。放弃失之重复循环，或者夺去人命拓开明日，我只能在这两者中做出选择，但凡存在其他道路我也不会。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懂啊？草壁边说着举起一块石头准备杀了赖户，可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他耳边：“另一条路不是有的吗？杀了小失之吧，现在为时不晚，回头去杀了他。”结果草壁并没有杀了赖户，只是放下石头转身留给他一句话：“抱歉赖户君，失之就拜托你了。”忽然草壁的手机响了，有人给他发了有话要说的消息。之后时间来到8月10日晚上22点13分，赖户在医院猛然惊醒，看了眼时间后，他赶忙离开病房准备去看下失之的情况。碰巧若山正在医院楼道巡逻，赖户赶忙向他询问了失之手术的情况，而得知失之的手术还在进行后，赖户心里顿时有了股莫名的不安。画面来到草壁这边，此时他正在当初杀害委员的那个公园天台上等人。马上我一直以来作为目标的这个8月10日也要结束了。回想起来，将委员从这里推下去的那刻，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带着确信去杀死一个人。那之后已经过去了1个月，好漫长，简直像过完了一辈子一样。好想要快点结束这样的人生，能够实现它的只有你了，加奈小姐。加奈小姐就是这么打算的，所以才会来联系我吧。我知道你是绝对做不到让小失之犯下什么杀人罪行的，但是要解开诅咒，唯有像那个神社留下的传说一样，被诅咒持有者的家人杀死而后终结诅咒。所以小失之不行的话，那就只能由我这个亲妹妹来终结诅咒了。加奈边说着亮出了一把刀：“草壁真情，我恨你，都是因为你。妈妈、高志，还有谁叶小姐，我所有重要的人全被你杀死了。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你其实并不是那样的人。虽然和你只一起相处了短短一段时间，但知道原来我也有着家人，有着哥哥，真的很令人开心。”听到这话，草壁没绷住大哭起来：“对不起，全都是我的错。我们确实拥有一家团圆获得幸福的道路，可我却无法原谅妈妈和爸爸，还憎恨起了他们。我那颗丑陋的心让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对不起失之，对不起弥生姐，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加奈小姐，真的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明白你只有这条路可选，这不是你的错。”谈话间，草壁带着的水野手机收到一条短信：“草壁，我是赖户，现在情况很不妙，失之的手术比预想中拖得要长，照这样下去恐怕手术时间就要超过今天了。”加奈赶忙看了眼时间，现在已是23点57分。见状，草壁想都没想便将加奈握着刀的手对准了自己的脖子：“快点杀了我！要是不马上解开诅咒，任由日期循环的话，手术中的失之就会死。”然而加奈根本下不去手，他一把推开了草壁：“你没法杀了我吗？那我就只能杀了你，向明日前进了。”说罢，草壁夺过加奈手中的刀，连续对加奈挥砍起来。最后，草壁掐住加奈的脖子，将他推到了围栏上。加奈哭了，他没想到草壁最终还是要选择杀人的道路。“加奈小姐，这样下去你就会被我杀死，所以把我推下去吧，这样就会算是正当防卫了。”草壁边说着爬到了围栏上：“来吧，用你的手结束这一切吧。没事的，没有什么好怕的，已经没有时间了，拜托了，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如此一来，终于是结束了。对不起失之，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守护你了。失之，你带给了哥哥数不清的幸福，请你在这之后长久的人生中忘掉哥哥的所有，开开心心的露出笑容，不是为了其他的谁，而是为了你自己幸福的活下去吧。哥哥会一直守望着你，直到你的人生迎来 happy end 那刻为止。
随着草壁的死亡，时间循环真的停止了。日期来到8月11日，失之的手术顺利进行，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之后，8月11日的下午17点56分，记者报道了嫌疑人草壁确认死亡的消息。警察局内，加奈向若山和高梨警官阐述了草壁自杀的经过。除此之外，他还告知若山谁也已经死在了那座神社。至此，负责案子的警员们都相信了时间循环的存在。等警方对加奈的问话结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此时濑户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两人一同去看望了做完手术的失之。手术很顺利，没多久失之就能醒过来。可加奈却担心，等失之醒来后，该怎么告诉他草壁做的那些事。或许失之已经全部知道了，即使如此，他也必须要活下去，接受自己生命的延续，是建立在那些被杀死的人们身上的事实。我会守护好他，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守护好失之。见濑户有这样的决心，加奈顾虑少了许多。他准备就在这跟濑户道别，至今为止谢谢你了，有你在身边真是太好了。说罢，加奈转身离去。可才刚走出病房，加奈就陷入了迷茫。所以草壁，这之后我该怎么活下去才好呢？恍惚间，加奈看到草壁的亡魂出现在了走廊上，他被吓了一跳，以为草壁还活着，但草壁只是留给了他一个哭泣的表情，而后便消失了。与此同时，加奈因为身体太过疲惫，忽然瘫倒在地。见状，濑户赶忙喊来护士，将他送去了休息。时间来到晚上23点55分，加奈清醒后独自来到医院的天台散心。这时濑户走来关心道：“你不休息没关系吗？要不还是快点回去吧。”我说濑户，一切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神符上说，断绝心爱之人的性命之后，通往明日的门扉将会永远开启。草壁死后日期确实是向前进了，但是我真的解开这个诅咒了吗？说不定诅咒现在仍然没有解除，只是单纯从草壁那里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要是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听到这话，濑户一把抓住加奈的手，回应道：“前进吧，向着明天，我们别无选择。”漫画到这里就结束了。乍一看，这个结局有点太过敷衍，其实是还有第二部续作《苍之章》，片头弥生夜久草壁，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剧情同样炸裂血腥，目前还在连载中。至于会不会做《苍之章》的解说，先暂时待定。新坑新一老师已在筹备中，请大家敬请期待。